求稳。对，都谨慎一点。你上来可能是突然剑走偏锋，但如果说没拿到效果的话，你后面就不好翻了。对的，那这边选择机动性特别强的歌剧，这个角色可太擅长打控场拉扯了，所以现在16的压力很大。如果16牵制不够，那有可能是单化险位，也有可能是化险位加个飞轮之类的。看他的选择吧，因为如果一旦园丁真的是化险位加回光返照，那这一波园丁牵制只能依靠过山车了。对，那他想依靠过山车，大副一定会去点站台的，点的站台他。好，那看看大副要不要过来帮我们点站台了？看样子是去了。要的，因为他不可能牵制的很好的，他这个天赋选择。对，加上起点站的资源也比较有限。对，所以他必须依赖队友帮忙点站台，不然的话牵制不了。前面第一波有守护啊，所以可以安全上车的。对，啊，这一波也是能够直接去到3站。对，然后直接一步到对面，但是密码就很慢，这个拉扯对监管来说其实还好，因为歌剧的机动性太强了。看能不能中间大副得提前走了，不然的话有可能闭怀表。那这样的话就让密码机更慢了一些。是的。那魔石的破译要从鬼屋改成鬼屋到这边改成鬼屋到那个起点站的方向破译了，不然密码机补不完。单板博弈这边选择回响，这个回响2秒钟时间还是蛮久的。对，但感觉可能他身位比较近了，觉得进不搏不了了下个板了。下一波回响是出来了，但这个守护效果时间很短啊。对，而且这是个很短的板子，那被秒了。踩掉以后就没什么闪现都不一定是吃出来，应该直接倒。对。那这个击倒速度可以说是特别快了，因为大副去帮忙点站台了，导致了他那边天然少半台密码机。而且看他们的安排，应该是想让魔术师来套第一波的化险为，那这样其实他密码机会更慢。魔术师过来救的话，那对面的密码机谁修呢？对，那我觉得这个很亏啊。但看下来，南那边是没有松手嘛。那大副没有说想要破译完之后，那意味着不过也还行吧，因为园丁安全感的一个外在特质嘛，所以能做。时间拖了有点久，但是还是能不过半。这里看想要去打一个双倒，这一波我觉得园丁应该是要他不选择往这边倒，想倒对面。那可能对面的一些连击先放一放。是的。然后把这个终点站密码机给到魔术，大副下波救人。那木偶社的破译的位置要从狮子龙的位置往对面破译了。对他们总有一个人要从终点站跑到起点来。这把求生者跑图成本太高了。对。就如果有观众热心一点的啊，可以去模拟一下他们跑图环境啊。这个跑图跑的太亏密码机了。能跑出来半台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太亏了，这个分贝有点亏啊。他可能想大副留着后面救吗？我觉得感觉有点留不住啊，因为你本身位置对于佩佩来讲是在明的，所以说我可以去逼迫你。是的，刚刚佩佩也是想去压南的怀表，但是南不吃压，巴不得你打我，你打我的话，木偶师那边就能无伤救了，无所谓的。他们也确实因为密码机不太够，想多摊一会儿，所以每次上野之后至少要调动2个人都过来给一下监管压力。机动性太差了，还好安全感。而且也省了个怀表，没有交道具，但是佩佩这里还是觉得要给你逼出来了。对，一定要逼，不逼不行，优势很大。现在他现在就怕道具太多了，中后期没有上节奏。对，哎呦这个慢翻，那园丁倒角落吧，中央老友能倒得远一点点，离队友尽可能远啊。这一波要补状态的了，大副跟魔术要补状态，不然打不了，因为监管的底牌还没交，手里面闪现也没有交，随时可以切船落地。现在可能只有满状态的承载，他是在那边去修一下密码机。现在最后一台密码机就鬼屋那台密码机了。其实进度是比较多的。对，但是哎呦，这波很细啊，诗句卡住他，然后回头对，这波承载还是很细的。但是佩佩也注意到了其他的半状态人也会在这个半场啊。对的，回速，他守这台密码机吗？这一波反应也是非常快的。对。但主要木偶师的话还是太能牵制了，没错，短时间是不太能够做到一个击倒的。现在还能再逼迫一波状态，那能击倒了。交一个窗台上楼梯，这波回速还有一个博弈的机会，能搏到吗？不吃压力啊，拖了很久了。对，不吃压力，他这波能翻吗？这个差一点，哇，没打到，那得赶紧回防这台密码机了。哎呀，就差一些，没办法了。对。那这个时候大副已经在另外一个半场重新起一台。
是的，那大副因为是救完人之后啊，他第2波救完人之后去补掉了魔师的那台遗产，所以显得密码机现在不太窘迫。可以，挺聪明的这波救援。整体上来讲，把前面跑图亏的密码机给补回来了。但是现在其实对于求生来讲也很危险，他们的状态跟道具对都太差了。这个慢翻，哎呦！监管者以为他是正常的翻，对，没想到是慢翻。那现在监管者害怕了，大副也过来了。大副是觉得这边2个人可能扛压会比较有压力啊，所以说也想抢。那监管者没压力了呀？对，就所有人都在我脸上了。监管者没压力了，你外面不破1，那监管者一点压力都没有呀。所以其实他要不虽然队友有压力，但监管者也有压力。哇！但这波承载他的脖子，这时候考虑密码机了，回速再搏到了密码机那边，磨到90，监管者去管密码机不能挂了。想挂吗？别犹豫。佩佩现在有点犹豫了，就是这边要闭怀表，不着急，因为外面魔术那边状态打出来了。对，魔术那边回了状态，他买到那个镇定剂。其实这里的话，2段都摇到了，感觉应该也没有一个击倒，而且他已经拉走那台密码机的位置。这波断影呢，他回速有点慢了。哦，这波已经是压好了，满状态。那这波假装解墨，逼他亮，墨师逼他交自愈。然后针对墨师直接打他，让他开门战没有满状态。哇，直接亮。是，我觉得这一把承载他的一些板间博弈实在是太厉害了。这波是好，应该是失误了，我猜应该是失误了啊。那这边直接亮，还能再摇一次。得看这边好像是先挡一下。好，没问题。而且另外一边门是已经贴到了。对他刚刚为什么要牵制呢？就是要拖队友的这个点门时间，去到门口的一个时间。那承载真的这一把真的是就在这几块板子，一直是一个很残的状态，能拖这么久。但没有自愈，这波监管的肯定会传的，一定会传的。担心有人在这个半场卡着，因为确实开门战以后这边牵制了比较久，所以他不太清楚魔术师的动向。先把赶走。好。那现在对于佩佩来说，考验佩佩考试了，得排人了。对，得考试了。他这个试题已经是很早之前出过问题的了。但他的一个方向是往鬼板的话，其实那边有机会去把木偶师给摸起来。他以为会苟在角落，但是人家去救了。对，去摸人了，因为他可能觉得是你回去找木偶师的时候，我再走门嘛。那现在求生者一个点门，一个冲门就行了呀。对，千万没有传送啊，平局了。这把是平局了，感觉一个去终点，一个就往起点冲。对，没错，只能来一个。那现在看看，其实这个位置就拖时间就行了。这局已经是个平局了，就除非那边不走。地窖在哪儿啊？有可能走地窖吗？但没有地窖。桥上就一个飞轮，不太可能。那就导远，对你得挂，这边是有自愈的。可以了，其实这一波可以了，完全可以了。因为监管者的传送之前他很谨慎，他排了一下。活木马这边的耳鸣，发现没有人，他就以为这个人可能苟在鬼板的位置，但是去排了一下鬼板，发现并没有耳鸣，那就上当了，没办法了。觉得这把的话，其实这个图也说了，没有那么好躲嘛。对。所以说还是看一下前面的一个选点还是会比较关键。不过常规追击的话呢，其实只要高熟练度的一个跛脚羊，像园丁跟飞行家来讲的话，牵制上也是有很大压力的。人啊，对，有点难受啊。也是看到站到了人皇桥上，那脸上就是飞行家了。是直接冲着脸上洋洋的飞行家。因为在3站下的话，其实前期还是比较空旷的。已经看到了一个脚印，起追了。他低头卡是狩猎本能，抠一下细节。狩猎本能是能加基础移速的嘛？按100%加移速的。那现在可以考虑围龙了。这个距离想平地逼一下他的喷击标，卡膜了，好像还真你都没办法交了可能会被打断。这个交了纯亏啊！对，交了纯亏啊！但其实这样被拿一刀，对于梦幻小咪来讲，节奏也是很好了。我感觉还是可能这个点对于飞行家来讲，牵制上也比较有压力啊。那现在背包也不交，交了，但是到了。这是什么情况呢？那密码机这还有算一下，那就1台半喽，1台半喽。
把冒险家算上的话，对，冒险家他最后第一台密码机他可以完全不交输液的，他修的速度比其他人快的，他 QTE 多，而且他是特殊的，他 QTE 能增加0.8%的进度，所以这个角色单纯破译是很快的，比其他角色一定要快一点点的。看一下李宝这波是尽量去卡个极限的半啊，再去救援，对，把密码机再多拖一下。已经是哎呦，救下来了无伤救，这一波太关键了。算是补了一些队友亏的节奏了。对，至少第二波我无论救不救的话，我不用调整状态。但对接吻来说，也行吧。他只要快速减员，就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也能接受先减员嘛。对，重点是飞行家他下一步牵制能不能牵制？接吻有闪现，他下一波把玄庭交了也牵制不了。而且前期的话，他在那个点位，双弹跟飞轮都没有什么机会使用。这里看到猫猫是已经提前贴过来了，再套一波化险为夷。2波通缉都给到了冒险家。是的，不着急。这个得无伤救，卡最后1秒吗？哦，他还想拖时间。对，我还以为他应该是想这样子的，就是创造一个队友26的环境，所以先吃一刀再救人，不保自己无伤后撤。哎，这波没打到。玄庭还在，手里有飞轮，对，这个笼子废掉了。对，那这一波看玄庭呢？有点想骗他过来，但确实是钻过来了。哎呦，好急！监望有点着急了。还是刀。是这样的，他专慢了，监望也专慢了，玄庭先快了，所以玄庭没有击退到监望者，没弹到他。对，导致了玄庭白玄庭了。我算是看对眼了。那现在算一下密码机，拼一下，大概也就3台半多，3台多一些。冒险家身上有个30。对。那这里传过来，直接找到了半状态的猫猫。回想这个守护只有6，哎，时间肯定不够的。对，这边的话强拆飞轮，但还是抽刀了。交互减速在围笼里面。是的。所以被抽到了。那这样其实可以把它往鬼板那边一挂，还能压住冒险家他的一个位置。对的，没错。大副的话距离也是比较远的。没错。哇，大副在好远好远啊！我感觉稍微攒一攒愿力，其实这个人都不太好救啊。已经是拦到了神坠的位置，也是有在观察李宝有没有贴过来。这波直接追，不管。对，因为已经是太深了，你再回去的话，可能他也是想着先逼迫他一个过半。是这样的，这冒险家他是放到外面，其实密码机很快啊。对。这一波换追会更赚，他可能觉得冒险家身上没有挂树叶吧，可能是。那他有点低估破译速度了，这角色的破译速度，他这波有点亏，我觉得他回防的有点亏啊。现在密码机理论上只差30了，只要摸到密码机，扛刀扛到死扛，够的。但主要就是猫猫他没有一个回光返照，对，所以他选择因为没有回光返照，选择过来保一下一个本，看能不能稳定3抓。这边想要去续盾也续出来了。我想这是的。冒险家那边密码机可能还要需要一会儿。钻过去了，有点急，这波过来再补一个笼子，还是倒了。那没办法。对。冒险家这边是的，那密码机理论上也是够了，能亮吧，直接亮就行了。跑一个，然后冒险家冲一个门，大副冲一个门，冒险家稍微缩小，狗在某个我们起点站的位置，然后大副去终点站的位置就可以了。哎，冒险家的位置怎么往终点站跑呀？冒险家在鬼屋里，他们俩方向是一致的。对。但是可能也是考虑到冒险家不太可能找出来。这里有个耳鸣出现了。对。这位置看能不能找出来，应该不会找，应该可能还是会觉得是大副经过这里。他看到大副了，他知道旁边的耳鸣是冒险家了，反正他看到大副了嘛。那这样子位置得要调换一下，冒险家去这个终点站，起点站是大副了。李宝这边手里没道具啊，他能不能撑到神坠去点门呢？因为梦幻小明手里传送是好的。那我觉得冒险家应该直接贴这个起点站就行了。那现在导致了，一旦队友倒了，另外一边冒险家没碰到，那就很尴尬了。回笼过，还行，砸到了，对球人来说。然后还把这个龙给拆掉了。那现在手里愿力不够，只能先拿一刀。是的，没错。冒险家的门也点上了，看梦幻小迷这边要不要拼一下。求稳的话，他这波围笼还是先击倒大副，因为他知道冒险家的位置的，冒险家在鬼屋那个位置，他是可以传的，我觉得是可以传的。
从鬼屋的位置到终点站是要时间的，看到了，要死抓了。手里的，除非神坠站出来牵着队友自愈。哎呦，先抽到一刀。反正没原地无所谓的。那呢，出去之后手里面只有一个，但是感觉只有一个飞轮啊。对啊，还是会比较难一点啊。主要刚刚李宝岛的位置，想要自愈再走到起点站也要一段距离的。是的，不过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看这波了，有飞轮，队友那边起来之后往门口走，再拖时间，神队这里倒了。哦，我觉得这时间拖挺够的，这边得挂，挂完之后大副那边门口，监望者有愿力，但是我能直接越过河道，15秒我能推啊，好像还真不够。这个门好像有点极限啊。不够。但应该还是能开的。我感觉监望者愿力不够啊。对，而且他不太确定。对，他不太确定。对，大副他起来到底去哪儿了？他手里面只有1套半，他如果2套的话，我觉得是能到门口的。而且如果说他赌一手对面没人的话，他可能这边人就有点回不来。他也知道终点站点的比较多了。不过求稳也没有任何关系嘛，因为毕竟这个角色他当的。那其实我们从阵容上来看的话，其实这个阵容去打一手鹿头的话，应该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破绽，还是要看局内的一个牵制。可能是。可能是直接去逼木屋的人了，因为如果木屋的人转点，他转双是一口气干扰队友的。2个，对。对，会干扰御炼师，佣兵修中场吧，应该不会被干扰，所以空军应该会在直接赶路。前面陈博文的话，先铺夹子，对他还是在木偶前期先牵制一会儿。对，这位置板子也可以不踢的，再放个夹子就行了，不过也没关系嘛。那点是转出去了。看样子是像去练爪，哎呦，这波没有提前，他没有预判，因为以为求生者不会进行盖板，直接下板。对，就把枪要考虑提前开了，因为有可能是兴奋的。好，没问题。而且他这种转点的话，这个转点他不太干扰队友破译啊，但是他也牵制不了。对，就是有点一直架在大空地上。那平地一刀了，这把枪等于没开，这边先绕一下建筑，主要他也没带一手飞轮。已经不夹封了这个点位了，这边可能要吃钩啊。还行，那问题不大了。他这个牵制拉满了，对，就枪开了，转下一个点，没干扰队友修机，要等下一个钩子才可以了。是的。好，一刀有了，打一刀，然后前面的话可以交一个窗弹。没错。御炼师还能看他一眼，关键是，对，御炼师还能看他一眼。应该是去，那我觉得御炼师可以直接走了。对，这个可以直接走了。看到了，对，换一台就好了。闪现也逼了。那御炼师换一台，队友下一步过来救一次，开个化险为夷，监望者只要闪现了嘛，所以他不可能传送，不可能移行。那我把灵柩挪到船上，或者挪到另外一个点，因为这个点位离灵柩还是挺近的，我就不反身嘛，下一波划给空军就行了。队伍救嘛，佣兵让队友倒一个角落，这波我觉得可以稍微卡一些时间啊。这不能浪费空军的这个耐做。对，所以难的话也是有在卡。佩佩这边他可能两边都要去观察一下，入殓在脸上修，他也去看了一下。对。好，这边在晃，哎呦，想打一个震慑，没有打到。陈某人的话，先是离入殓那边远一点啊，离灵就会远一点。他走直线嘛，前面还有个膝跳反射呢，不给。将给画上了，但这边还是有个受击加速加窗弹。是的，那很远呢，这个灵就应该挪到船下了吧？有点对角线了。对，对角线了，这一波反身空军是有可能找不到的。太远了，主要是。这波不直接反吗？我咋感觉可以直接反？但是其实还好啊，监望者2阶了。那愤怒链爪他那个位移能力太强了。我看一下灭瓦机的一个量，其实也挺多了。对，就看空军能不能撑到这边队友至少把第4台、第5台补上。因为御炼师他也没有走多远啊，御炼师他为了他自己的密码机，他没有走太远，所以说也还好，密码机破译。监望者出2阶段了，位置也拉不开，找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能不能来个队友帮忙扛一下？御炼师把密码机亮了之后就可以不用他去修了，但是得自己躲钩才行。来了，得来了。但御炼师那个密码机队友得补，让这个船下的队友去补吧，飞行家去补就行了，看能不能帮忙扛。那这边他，躲掉了，这个走位太秀了。是的，这个走位。那这样的话就是够了好几秒的真空期啊。
真够了，因为尤雷是还能扛了，虽然他没有回光返照，但尤雷是满状态呀。但没倒过呀，无所谓。满状，哎呦，就感觉他真的无所谓了。无所谓了，无所谓，烂命一条。对，反正只要沉默人能活就行。给刀，打到了，刀很准，直接亮吧。对，可以压好。但是监王者的链拽好了，所以这波时候可能秒了也是能保平起的。看沉默人，沉默人他自己一个先知，先把这个长板封一下。这波压力很大，能蹭个加速吗？躲一下。这里的话好像不太行，哎，但离椅子很近啊，离椅子太近了。对，那监王者应该还是能平的。承载那边是提前拉走了。如果说是选择管大门的话，但是监王者不交传送不就行了吗？因为门口不够啊。他走过去就。我走过去以后，实在追不了传送，小门开不了就行了。这个位置看承载了，又要扛压了。承载其实有机。没事，有机会，有悬停，对，克制关系勾到了，我直接交道具，而且我手里是有飞轮的，地窖其实是一条线上的。是的，但另外一边的门口还有个队友到了吗？到了，哎，真有机会，这波链爪不能空了，很关键。其实他勾到的话，这波喷气背包能走吗？怎么说再喷？勾到了，我会打。哇哟，我的天哪，有惊无险对于佩佩来说，但是斗武这边。攻击力很强啊，他们还是赚的呀。对，肯定赚了，这波肯定赚了，保平了嘛。毕竟湖顶村求生者保平啊，扛压的求生者。对，甚至差一点点，3跑了。佩佩如果稍微再不冷静一点点，都有可能啊。对，双元主大人啊，这个还是很强势的，你得小心了。虽然说这把我先不打，但是你好像后面选在了大门的一个位置，其实离守墓人会比较近。我觉得梦魇家就直接不要想去找他这个事情。就放在外面破译嘛，梦魇家上来先自己起修一台密码机先。看一下大船上是杨洋的火灾调查员。我看梦幻小迷好像没有想去船上的意思，就是冲着守墓人来的。去船上有点亏距离啊，守墓人这边有他遁地前行不太好把他打出来的，看怎么交了他道具。这边双手可能叠，第二个。惊吓标记没有给到，还行吧。第一波双人惊喜只给到一个惊吓标记，求生者这边是小赚的。是的。哎呦，而且这个移速有点快，不过这个黑球还是上到了。还是上到了，延迟刀嘛。那现在只差一个焰火舞台的惊吓标记了。这个铲子的一个时间是有点快要到了，差一点点。那双人惊喜亏了一波了呀。再拉双人惊喜打出来，解锁自己的空中飞人，但是同样的，好换了一球也行吧，也能接受。密码现在1台半。那这样的话，铲子其实是能续出来，不过这边给你一直锁到了，让你没有办法下铲。这边锁到了，再锁一次吗？还是下去了，还下去了，但没有关系啊，就不可以打出来啊。打出来了。不过看到那边他们已经把这个灵柩给到了守墓人身上。是的。双惊喜。两个都没有上到，走位很好，这波。哇，那现在3台了啊！对他这个双重惊喜跟让场谢幕全都躲了。重点是他能反生啊，下波还不救我。你没有这个手椅啊？你不是那个2阶段了吗？打手椅是很容易打双倒的嘛，但我直接反生啊。不过他手里带了个移形的话，应该也不太怕你这一边的一个拉点。反正我不用救人，没风险。外面密码机破得飞快，下一波密码机直接压满就可以够了。因为梦魇家他还能破译的嘛。我现在先出来找个窗，在无敌时间尽可能的换到一个安全位置，什么意思呢？这波不翻窗，直接给上了个双球，感觉他是想拉点，想拉点的。对，就离队友远一点了。这边离椅子很近啊，但是那这样的话，感觉密码机可能会差一点点。不过有化险为夷的话呢，也没有了。我怎么感觉他往小苞米地的方向走会更远一点点？这椅子太近了，那密码机理论上也不太够的。对，你们只要没有20秒拖时间。是的，那梦魇家在脸上，神智这个位置，而且这一波是2个人一起来救援。好，这边得逼他救吧，2阶了不怕的，他敢过来扛就把他给击倒。对，可能2个人都要倒的那种。空中飞人过来能挡到吗？哎呦，差一些，有个气囊堵住。但是我踹完板之后，我是不是能出去啊？还真是。
没有完全堵住不，哎，前面收了，他就没法弹了呀。哎，我记得守墓应该是没有弹的呀，他应该弹一次的呀。这一波收气囊感觉有点给队友做局了，密码机差的不多的。对，因为刚如果弹出去的话，他是不在一个追击范围内的。这个气囊好像是失误了，应该是失误了。那弹出去密码机真够了。是。亮了以后的话，就针对脸上的火灾就可以了。是的，那看火灾怎么说了。现在还有个气囊地窖的点，我感觉，一般会离苞米地都很远。主要是它不是满状态，满状态还能展望一下，半状态有点难。但它有个膝跳反射，还有个飞轮。不过你要交互的话，我感觉就到了。好吧，是一个定点的一个瞄准。没错，他得要飞轮先把球顶了，然后再翻膝跳反射出去，外面还有个气囊，才有机会去摸一摸。在远端的试一下，对，还是很难啊。那现在来看，保了个平也能接受吧？对于德武来说，对于 T 来说呢也还行，反正第一把的劣势并不大，5比3。人家身上挂输液，你这边记录不到，那怎么办呢？就你觉得你 OK， 你锁了这个机子暂时开不了了，但是间隔1秒2秒，他就能把密码机拍亮。对。但你又不能给你拱开拉距离的话，也比较难受。开门战舞还是肖尔明，你还找不到他，对，头很痛，就像。救援的局啊，完全是可以拖他挽留的，实在是受不了，就跟艾维一样嘛，拖他挽留嘛，他锁门、卡门怎么样的？是看到陈某人在木屋外。其实前期追击空军的话，我觉得空军还是不用太害怕，但这枪交的也太快了吧！被反绕了。对。我刚说完这个位置，哎，为什么视角里面没有看到空军呢？这空军不会冲脸上来了吧？真冲脸上来了。那这样的话，感觉道具逼得有点快啊。那等于是开局就白板了嘛？对。膝跳反射，但还好他是双弹飞轮呢，这个天赋。直接往医院里去转吧。是的，迪托卡西的本能。然后这里拖一下他的飞轮 CD。是的。但姜万这边是能封窗的，那这刀应该跑不掉了。对，平地会给到1刀了。对。哇，这速度很快呀！下波闪现击倒密码加起来顶多就2台，拉满了2台，除非他闪现预判了。对，手里有个飞轮的话，这个位置拉不开，他没有膝跳反射，拉不开。身上有记录啊，你这个交互会慢的。这边，哎呦，没办法。监王者直接也没有打算骗他飞轮呢，我直接交闪了。野这边，想拱，但是来的稍微晚。没想到那么快，对，没想到那么快，那现在很亏了。还有个地下室，地下室，哎，它风险，挂地下室是风险的。哦，摇下来了，这个风险太大了，没必要吧？优势那么大。那这样还能往里拱？空军是有牵制机会，他现在双弹好了，你的，这脚滑了，他想直接过去翻窗的，但是。窗中间有个地下室，所以说就失足了，往下掉下来了。那还行，因为密码机也拖时间的嘛。对。那密码机先算一下2台半嘛，对不对？2台半。不过如果刚刚他翻出去把窗弹交出来，这把就够了。应该是差不多到点了，因为救援他再起一波追击呢，他可能要等下一步闪现。是，搞不好的，求者不失误。哎呦，那现在这一波就有点，确实打回了半台密码机节奏嘛，不然的话。而且野人不好救，他刚刚猪是被打进 CD 了，而且还不得不救。对，记录员又不能减员。对，救援减员后面就很难受了。先套个化险为夷的是想帮扛，还是只要让承载出去翻个窗就活了。对，就这波了。但是姜王者他下一个闪现也快好了。你外面其实无所谓的，对救援。好，扛到了。哎，我觉得这一波可以不打呀，再缓一缓也不是不行啊。野人先帮拱。那换了可以，我觉得没啥问题。救援是经常换追的，因为他很多时候追不到人。对，那个人抢保的话，那没什么办法。那我觉得救刀也行。还想去拖一会儿，哎，没关系，反正他如果说保不住的话，再跟心理学家要个移情，再救一波。是的。现在就是拖一下，哎呦，坏了！他们的一个破译没关系，赶紧要那个调状态就可以了。这下挂地下室是真的没办法了。那下波心理学家来救吧，要不他有化险为夷能再对，然后另外再补状态。空军把野人他俩都相互摸一下吧，反正你一个人在外面修也有可能会被记住。没错。
反正补状态嘛，补状态监王者他不太好阻止的，阻止的话可能梦魇家那边就无伤救了。但这一波的话，套了花蔷薇两个人都一定不能倒回来了，就是要倒远。对，就冲嘛，我觉得这波就冲出去就行了，然后野人过来。哦，哎呦，再来小心闪现震慑，小心。距离不够，距离不够。那这样子，救下来的话，感觉是要不再补心理一刀呢？输液挂着，他可能想打针对啊，这心理跑吧，要不？他们俩是想粘在一块儿啊。打到梦魇家了。那心里的输液是减到身上有85的一个进度。是的。不过密码这个抢救回来了。其实还是差很多。对。男这里还要拖闪现就行了。对，闪现再挂地下室吧。这地下室就是出不来了，感觉。没错。没办法，他想溜。他两个人如果刚刚直接就分开走的话，我觉得直接冲就行了。对，冲就行了。主要那个点也不太能溜吧，就算心里吃了那一刀，你也是在大空地。重点是心里吃一刀之后，我监王就可以要心理，我不要你。对啊，就谁离得近，我就把它挂回来。我还能没收你一台密码机呢。是的。那现在看怎么说了，卖了吧，要不这真没办法。这个要就再吃个一刀，那就万劫不复了。主要是每一波都就只能减员打了，因为身上他挂了一台密码机。其实现在理论上啊，差的密码机不多了，理论上差的不多了，差一台。心里这边，主要他是个半状态，也没有弹射，这边板窗都板子都已经没有了。没错，是个大平底了，因为监王这边还有片红光。但要不要把密码机直接给亮掉？还是想留着这个输液？这第二波没封住，失误了。这波监王者稍微有些失误了，不过这距离好像够了，有蓄力。直接对，亮了吧，亮了。倒之前把密码机给亮了。是的。理智的，没问题的，合理的，因为窗也被封了，他不太可能牵制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差的真的不是特别多。如果那台32加上他身上的40的话，对。那现在密码机理论上只差个30密码机嘛，对，但是地上的那些是不能算的，因为监王者可以处理他的。得等野人那边亮了压满过来救啊。这一步还，但压满救的话，你想野人身上捡了输液，他可能卡半吗？有个冲撞，卡不太到，我感觉。有可能卡到，不卡。他往回走了。往回走了，确实有点极限了。这个时间他走之前是能到以下的，但是下周还有个僵局。那监王者搏一下，万一被震慑了，就结束了。主要是这波他救完人，输液在他身上，心理学家要活到野人贴到机子才行。所以说，我觉得不如承载过来捡输液。是的，然后让那承载过来保，让男去扛这个人。对，没错，只能这样。但是好吧，没有扛到，没扛到了，没办法，盐的猪也没有 CD 好，保不住了。对，那4抓了，那个密码4抓了，密码机亮了也。走不掉啊，就是你两边门是没有亮不了，重点是亮不了，还差个10%。你要修到59，对，你要修到59，还差10%。理论上在10%，但对于救援来说，我给你开了，就开不了你也打不了。对啊，两边门我一边追一个，一边控一个。你只能拖挽留，硬拖，然后看看能不能走一个。但我手里有闪，好像你又拖不了。对。看监王者怎么想的了，监王者，要不监王者。卡一下密码机算了，要拖3个记录，我觉得可以这样做。承载是想再多开一台。对。一个砸头，看一下野人那边，可以了，密码机是能修亮，不过他俩本来也都没有回光返照。是的，监王者这边可能不太清楚他的密码输液的量到底有多少，对，所以他敢大胆出来追，不然正常的话，上帝视角他在那站着等3个记录就行了。他还给回退了1%的一个进度。是的，那现在还差9%，监王者过去有点来不及啊，因为监王者还能再宣读。不过野人的话，他有野性伙伴的 CD 在。B 嘛，监王者其实现在拖他记录就行了，把他记录拖满，拖3个。求者开门战就头疼的不行，打过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很头疼的。就是好不容易打到开门战，发现哎呀，又是一场恶战开始了。对，监王者现在就不管密码机嘛，外面他在破译，让他破译就行了。等野人倒地，野人又没有回光返照，等就行了。
炎的那个因为疲劳的原因啊，他隐形伙伴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对，会越来越短，现在已经是掉了，而且主要是在监管视角来讲，你只要看到他使用冲撞了，那就知道他对要掉猪了。对，好，这边能击倒，但是哎，主要是这个输液在炎身上。那现在看看能不能再打一波拉扯了，拖到炎自愈以后过去把密码机给摸到59，再把密码机给点亮了。这边点亮以后还是要去磨门。护轴。一开始还没确定空军的具体位置。反正耳鸣在，耳鸣丢了，应该知道是女向方向了。这个方向能找到，找到了，妈找到了，爸找到了，妈好，没事，没漏脚印，没漏脚印，他进步走，而且位置卡得很好，对，是个正好态甩过去有个墙挡住了。那现在他已经挪走了，苏打过来如果看不到远处的剪影的话，可能暂时就判断不到他去哪儿了。要不耳鸣都没了，把眼摸起来。但现在监管在往野人那边走，对他怕。重点是能不能摸到，把那台50的密码机摸到59啊？或者把46的摸到59也行。其实这把，但主要现在苏打他注意力在这2台多的，所以承载那边是看到位置了，看到了，摸了一下3版还是3版的一个密码机。沈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信息的。他能获得那个区域的视野。主要你不摸人的话，哎，把针给捡回来了。他是想着后面给你拖一波，如果不挂的话，我自愈起来，把这个针再让自己扎好啊。我觉得等一下野人爬那边吧，野人往那边爬一下吧，拖点时间。这边一个弹刀。是的，野人往那边爬。好，这个时候就考虑起了。吃刀了之后就考虑起了，也得考虑起了，不起，那你继续爬。重点是那个密码机9%得要摸到才行，而且还要修一会儿啊。对，还不着自愈，这波空就要倒了。主要感觉野人也没爬呀，就是他其实他爬的是另外一边，对他没有往密码机那里爬。因为他起了，他觉得用处也不大呀。他可能是觉得野人走地窖的概率会更大一些。空军还是个半挂，如果你挂了的话，挂肯定不挂，是挂肯定不挂，会丢。好，那现在野人的位置，姜文得要慢慢排了。姜文得知道他身上有输液的，但量是多少不知道。不知道是那种排的还挺细的。主要他现在也不着急啊，主要底牌还在手里。打排的挺细的，能排到呀，看到了都。对，这个时候得起了吧？那看到就不一样了，看到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可以挂野人的。空军也确实。这个可以挂，真没交那个护腕，那就得看他能不能移形过去。对，拖野人的一整个淘汰进度。但能找到吗？他这个交了，这个护腕交了。他是因为他不想让姜文有耳鸣，对，他提前交了。回去如果减针的话，摸板状态真有机会走，真有机会啊！因为地窖就在女神香那边。姜文这边怕他救，给他救，无所谓的，给他救。不会救，我觉得给他救，他要救给他救，坏了。他找密码机，其实正常来讲，如果你不算针的话，想消乌鸦只能去密码机。对，但是问题是有针，姜文其实也看到他前面拿了一根镇静剂了。对，但这个毕竟你还是要从密码机开始排，这里应该是意识到他要去走这个地窖了。但是他双弹飞轮手里面满状态啊，现在是压满了已经，这我觉得走了呀，真走了，除非现在地神秒发现。能秒发现吗？但是承载的脚印真的是藏得很好。哇，承载今天表现特别好啊，那真可以扎了呀！扎好了，直接往这冲就行了，这打就打了。真走了。对，走了。哇的天哪！打不打都拦不住他。拦不住的。对。记录刀你得要10000个记录刀才能把它给击倒。是，而且它触发是要时间的。对，没错，还有飞轮。哇，在这种情况下能跑一个，真的太赚了。他不带插眼，你就只能针对这个先知先把它给对的没错，那你得带插眼吧？窥视者你不带，那大房你是一定进不去的，根本找不到。没错，局限性啊，那你就不能通过
而且前期也确实，无论是气象古董都不太可能过来给你 OB， 包括到了后面也不太好保的。毕竟邦邦他会有一个远，他这把不是窥视者，是选择移形，那前期大防就很难受了。他可能会找不到先知啊，就是不选择。那也不能选佣兵啊，感觉。挑佣兵是有点觉得他今天状态不好了，毕竟移形在嘛。他状态不好吗？上一把不是牵制了很久吗？我只能这么远。哦呀，讲道理，这闷一些化险为夷呢，对吧？前期你其他人都拉点，那可能修的慢一点。我要是虽然佣兵可能稍微抓的慢了，你看这个护腕逼的也比较快，但主要是只要进了医院，好像你就不好处理了。只能找别人，追不太得。但是道具逼得挺快。对，2个护腕，因为毕竟他在踢墙的话位置比较差。是的。再看看猫猫怎么说了。这个雷没有连到窗户上啊，这边一直给你转世的话，加速移速让你有点难受，可能你的雷要预判到才行。这边先封一下，5秒，好，读到了是5秒了。好，距离够了，这边得回头躲，想躲他的机关枪，飞轮顶。哎呦，我害了，那也被秒了。主要他移形过去，遥控雷收掉了，没有意外的话，觉得可能有点拿不准梦幻小迷他扔雷的一个习惯了，我觉得有机会，打掉了，然后还摁掉了遥控，不过这个点其实蛮差的了。不过多活了大概20秒了嘛，对，多活20秒，是的，不止20秒了，又多了4秒。好，然后他手里雷有点去不上，雷人同扫，只有一个单雷，还不出刀打了。可以了，我觉得前面那波就相当于后面这几波都相当于那波打到了。接下来的话就地下室大问号了，因为地下室。佣兵还只有一个护腕，他就算能弹下来救，好像也不太好出去了。先上一个雷嘛。轰击到了佣兵，坏了，要不卖了吧？他也没道具了。对，但是得要注意一下这个，因为佣兵的道具被逼了嘛。前期这么一看，梦幻小迷逼佣兵道具还是挺理智的。他只有一个护轴，很有可能下不去，下得去他也回不来啊。这个遥控引爆的有点早啊，其实有点亏啊。对，李宝他还没往这儿贴。李宝压力很大，只有一个护腕。这爆炸专座有2个雷，还好吧，也不会回退多少。所以他就是压迫一下，应该不太会真的救啊，因为那个主要是监望者他只给2个雷啊，他给5个雷等于监望者没有雷了，我就能救。你给2个雷的话，那只能加一点点淘汰进度。爆炸专座的得要5个雷才明显的，照了一下，还想救，还想拼。遥控雷收到，有鸟在盯，这边盯到直接怎么说掏下来了，然后古董商往外面走，这个佣兵只能在下面躲着了，因为他如果一起出去的话，可能自己也倒了。监望者以防万一，赶紧把古董商给挂上。先追着啊，提前淘汰掉他。对，没错。手里技能也好了，先保平再说嘛。对，他可以针对，其实佣兵他也可以针对了，没有道具嘛，或者先知，就不要去找气象学家就可以了。气象学家想过来保一下，但是有点这个风有点难，好像就算推到了也没用。对，也只是蹲到墙上啊。总不可能3个风一口气推出来。他想站到脸上说你就追我吧，别管我队友了，他们都没道具了。没错。这把主要是这个地下室啊，先是1鸟立大功了，然后佣兵这边也是顶住压力了。前面的雷一个没吃嘛，不过这波有通缉和暴怒。好想牵制啊，神坠！但是梦幻小迷肯定不会追你的。不理你啊，我理你干嘛？我就知道你道具是满的。对你满的道具，我追你是有点难受的。好想牵制，但监望者不傻，没上到。对，一直跟着先知，别跟丢就行了。是的。其实我觉得想完全，也跳下来了。这波是但是又回头了。不对，想移了嘛？得，能不能看见他？那不一样了，那真不一样了。这个层云是可以拉点的，但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进医院。那没事儿，我等下一波。对，主要是好像反正我不吃雷就行了。雷都没什么太多的一个作用。是的。看看神坠了，神坠能不能
地窖点有点远，不在这个半场，想干嘛？这个位置想强行过去吗？有点难啊！前往先架着，知道地窖点在哪儿，往后退的有点多了，起跳反射，再往面拉。其实你给一刀也可以的，给一刀也可以的呀，为什么让？他不敢靠近，他不敢靠近，怕靠近的时候曾经开了。这位置就压住，看了一下地窖点不在双板，那在踢墙了。在踢墙。那但是相机波是可以往医院里面转的，继续架住，单人 solo 了，现在就是遥控雷，但是并没有逮到，没有陈云交了，来得及吗？好像要走了呀，要走了，这个地方除非打出去。我的天哪！完成。但是艾维唐人街没那么厉害哈，还是图大了一些，图大了一点，跑图太难了，控场太难了，加上这把的主要是多呀，他是6个人。是。还有2个娃娃，对，就6打1嘛。可能有，但感觉还是让小兽加个守护带会好一点，因为主要是幸运儿跟机械他们前期会弱一点。对，有50%的概率会被手追，没错。如果被追的话就闷掉了。对。打艾维，这选点开局，反正本体是吧？14人往城门那边去调一下。是的。这样子吗？这样子可能想直接起追了。小伏特加确实是被艾维有点克，你不能回头吸输液啊，对，70都会满。虽然说有一种偏方嘛，就是你稍微斜一下，在不涨侵蚀度的情况下是能吸到它的隐喻的，但是有点难操作。克制关系啊，这个明显的克制关系啊，你不能看它。这波好像平地都有一个拿刀机会了。你看现在拿刀身上90多的一个，得看，得把技术顶了，不然等一下满。但他好像看完之后也要倒啊。看的有点晚，我觉得他应该回头会早一些。对，就是在他踩板之前。对，在他反正他肯定要踩板嘛。在他放板之前，我吃刀之前就已经开始看，对，看慢了一点点，没办法了。那这个击倒实在是太快了，太快了，闪现都刚刚还没好。没错。主要是你外面确实人多，但是倒地速度也快，你密码机补得快也不一定能保证这个能活。那现在看看谁过来救了，震颤。哎呦，无伤救太快了，这个无伤救真没办法，一个震颤直接掏。苏打他也确实在外面干扰密码机，所以说救人位是尽量抓住你中间的一个间隙。是的，他这个精神被分散了，然后再附身，精神激素看了一眼。这个不出个2阶吗？这波感觉要幸运儿过来保一保了。如果说这个人提前淘汰掉的话，那这个控场就可以专心的了呀。是的，这2阶不出也没关系，下波过来救人的人给一刀就2阶了嘛，其实也还好，也能接受。我觉得他现在都不太会过来处理一下，他就是要做到一个提前的减员。再把伊森拉回来，他优势很大，震颤，但这波不敢掏了。他还得。哎呦！刚说完不敢掏，我又掏给你看。对，南这2波救人拉满了呀，但是得去找承载，得赶紧去找，那边是有枪的。一组本相。哎呦，那这个人保不住了。保不住，倒太快了。但是密码机这边补的也不算特别慢。哎，偷袭！哦呦，他当时是视角7了。哎呦，他没想到这边会有一个幸运儿拿着个信号枪过来。主要前面你没有让他们俩碰面，所以你自己不知道。没防，这边能砸一把头！哎呦天哪！一组本相还好，那等下一波进行技术吧，只能等下一波了。这边过去玩偶这边是等于是个坐标，能传过去。现在侵蚀传送还有7秒钟的 CD， 下一波进行技术马上就好了。对他手里也没有飞轮了，应该这一波是会，这一波应该倒了。对，一组本相扑空就行了。好，这不是本体的一组本相碰到了。你这个密码机修了6台了。是的，这没办法，人多，力量大，是，多修点你都不知道怎么控了。没错。好，这边直接侵蚀传送，有刀吗？手里有个香水，主要是这香水你得骗。好，这里直接交了。那其实等香结束的话，回了，那还行。一组本相打断一下，不打断，那闪现开他只能闪现开了。如果想这么打的话。别给他蹭，给刀可以。那密码机的话，其实理论上也够了，但是这波幸运儿会倒地，
翻过去可以一组本相了。而且前面那个点被陶片覆盖。本体一组本相，这波很冷静啊，苏打。好，喷满。哎呦，还是能记得地下室在哪来着？看一下，好像也没有打算，对，没打算往那里挂。那现在地下室应该不在这边的哦。这里的话，有一台79，一台48，然后白纸是。对，脸上那台是能卡住的，然后医生卡另外一台密码机。这一波不去本体不过去吗？伊森过去，本体就守着，过去了，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波得本体过去的，不然倒不了守墓人。然后再换挂，那外面那现在密码机是联机嘛，等于是2台1场都是联机嘛。位置很近，求生者现在压力很大。这台的话也修不到一个才60的一个进度。嗯，是的，还有一台密码机在花坛太远了。对。那现在苏打继续在控，哎，你说苏打这个玩偶不敢打，他觉得没有多少电了，打了没什么用。打了就让机那个。你现在去打啊？那刚刚还不如打呢。其实你这样能保证机械它一直是个满状态，在中间来回。他主要是他觉得没电了，但是后面发现怎么还在修。有电没电都得打，是，不能赌。那这样的话，其实两边的密码机进度都磨得比较多了。是的，这边清空了一下玩偶，把场上玩偶都清掉了。啊，现在才是1打3。好，走平地，能平地刀。哎，不对，能击倒啊，就击倒他了，我不换了。一组本相，但是他翻过去了吗？没翻过去。不过前面还有块板。他触发了这个膝跳反射，对，所以他刚刚加速了一下，对。98应该是能压好了。哎呀，亮了，有点可惜。这波我觉得姜光有点可惜，如果能击倒结实的话，会好很多啊。对，主要是刚刚你也没有提前去安排一下看门战，所以说伊森暂时还是都在自己这边的。不过求生者也没有靠过去，而且他没有玩偶去点门了。姜光者闪现还有13秒，这一把对于时空之影来说是有机会的。看苏打怎么说了。这里的话，白纸精神寄宿不了啊。对，所以说我就硬点。不过这个 CD 马上结束了，对，所以他赶紧跑了。不过门耗了很多，不错了。对。然后守墓跟信源的话，其实不太好针对，毕竟有道具啊。对，只能说硬耗咯，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交闪现。挽留还有78。没错。大家现在都拉身位啊。把伊森拉回来，接受现实了，可能是。就先针对一开了，对他这样子能平。这边飞轮是出了这个点，然后脸上有地窖，手里还有一个护腕。这个护腕得要看但有闪现啊，如果要考虑闪现的问题了。哎，一组本相喷断了，他把护手给打断了。对，当时他是正好想去先给你拉开身位。没错，想正好拉开身位，不然的话进入到闪现的范围了，那就很难受了。反正我就在你旁边晃一晃。对，本质上来讲，你也是个手里的姜光者，那接着还是克制你，而且还有个昆虫，你的快速击倒是不一定能做到的。好难受啊！这昆虫选出来，这么一看的话，真的好难受，因为邦没了。那前面可能起追也会慢一点，不过蜡像师也没关系啊，反正只要贴脸的时候给你上蜡上的快，手里有个1线在嘛。是的。先去封一下中场的密码机啊，让你可能这边修的慢一点。哎，这边看到了玩偶，对，要动追吗？窗子这边漏了一下，哇，他这边以为本体追他了，是本体挪了一下，所以说娃娃离得很近啊。对，娃娃并没有走直线，他怕本体被追了，那叫爆点起追他了呀。这个白拿一个玩偶很赚，而且这个点的话还是会有点往蜡像脸上去拉的。是的，刚刚在拐角处。那现在一点蜡油都没有上到，能上2楼，2楼位置不太好上蜡，这个位置。是一个牵制蜡像比较其他监光点也是了，这个位置比较厉害了。前面有个关键的板子，我可以跳下去之后再上来。那监光者可以从上面下去的。对，就是但他还是从后面逼嘛。那这样的话，不过身位骗到了，还行。移形过去不能翻，先给他上满蜡先，96就可以 A 了。就别回去了。回去的话，他可能移形对，这蜡油上的不够多啊。不过他开了自己的一阶的话，96啊，主要是前面那一波可以上多一点点再 A 的呀。60多的话，如果刚刚上到70多，这波就倒了呀。定住了。对啊，已经倒了。他那波完全可以不着急去 A 的，
这边已经开始掉了，掉了。那等于上一波移形只拿了一刀，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不过板子被锁了，既然求生者不知道，他应该膝跳反射往外面转才对的。那这一波走平地了。那这边是要上满蜡了。这一波上满蜡要倒了，短板博弈了变成。那这个短板博弈还是劣势博弈。蜡像高蜡的话是不怕你砸的，砸了的话你自己会被定住。对，没错。这一波是没有想要交换球锁板的，所以没有膝跳反射往外面走，可能也考虑到不想告队友修机嘛。然后这里有个，挂遗产没有选择挂地下室。主要火灾那边其实一直有点被干扰到啊，是你在这边没丢视力保视野的情况下，往这边扔了2次蜡块。没错。就得火灾救吧，火灾化险为夷啊！化险为夷。前锋把自己的密码机亮掉之后，再过来吗？对，过来保一保。这波救人，下步就2阶了。有个气囊弹开无伤救，哎呦！我觉得可以直接打的。直接打吧。只是他没拿到救人的人那一刀的话，他开不了这个。开不了2阶。对，那现在前锋就可以勇一点点了，因为你没有2阶段，我不怕你开那个容纳。是的。对，我不怕。我这边应该是有意识到前锋已经是贴过来了。是的，看前锋怎么欧了。这一下前锋得拖点时间啊，密码机理论上还差一些的。对。不过这边追的对交球了，然后路线一封，你可能得绕一下，交比较多的球。哇，这球不拉了吧？对，拉的话，其实对于监管来讲很容易反应过来的。惩罚太高了，这波如果失误了之后，他没有人能救了。那现在前锋还能拖点时间。对，他可以等蜡消了再压满救一波。对，理论密码其实够了，现在拖了一点点的时间嘛，就差接是玩偶的那台了。但接是玩偶是不够电的，他电就一半，得要让昆虫去补。所以这一波前锋只要救人不出大问题，开门战4个人 ，T 确实有可能把这把拿下。但是昆虫的话，好像去那台密码机对还有一点距离。但他有虫群的加速还好。那气囊过来帮忙撞一下先，没事，还有气囊，椅子有点疼，没拦住。这个气囊是前锋好像路过，对，他是气囊弹过来路过了。再撞一下但是这样是把机器给撞倒了呀。这街是本来不倒的，对，但是一撞就倒了。他蜡衣把蜡油给挤出来，把这个弹倒了。不是，那撞吧，前锋撞了，把自己撞倒，但是街是活了啊，那还是，但是前锋没有回光返照，所以说，哎呀，你别说这个音效这么可爱的嘛，这个有点混乱，我觉得有点混乱。但结果来看。换命了，街是活了，这把熊者还有机会争3。不过就是刚刚可能大家都比较局促，都在脸上，状态也没那么好。但你外面能救吗？救得远，直接回去好像能拦住啊。能拦住，怎么说嘛？能点啊，这一波他没有提前封门，没办法。对，先扯进来再说，然后打到了虫群啊。但是主要前锋他还有小球，这个位置小板子能搏到吗？难吧。还有飞轮，点蜡就可以了。其实这个飞轮拖点时间吧，没办法了。但还是不能翻，对，因为它被锁住了。另外一边火灾是能起来的，人能摸起来，门能开，但是神坠的位置有点尴尬。在这个门，是的。主要机械它点门有点慢，对，受伤的人太多了。来得及吗？他其实转过去先把门封一下的话，这个门就点不开了。他先封门再挂都行。那这不选择的是那没办法了，对，那就3跑了，那就是。又一个5比3，对，已经2比1领先了。对，那现在2比1，且小分有4分的小积分。对，所以说需要斗5下一把至少还一个6比2，先还一个6比2。对，6比2，这个压力有点大。如果带闪现的话，密码机除非他追得很快了，不然密码机还真的有可能。快到闪都没好，这个人上瘾了。对。OK， 那我这个闪，我后面让你这个人直接就是打针对嘛，你溜不了。对，我等于踹了嘛。淘汰了。我击倒的够快，你密码机不够，等于我踹了。他一个洞往回打，他可以不走那个点。应该不考虑祭祀吧？神坠今天的表现，让他去挺好的，说实话。哭丑，然后又是拦路头，是倒也是先铺个夹子没问题，因为求生者都很喜欢往这边转嘛。这样子贴模型是什么意思啊？把2楼这边懂了，看懂了，这下看懂了。那现在去压中了，因为他带兴奋，第一目标肯定是空军。但是空军怎么3个人都在这里啊？空军怎么跟医保在一起啊？想开局就坐车吗？
没事，有可能找不到。好吧，找到了。对他那开局等于就一个祭司在破译哦，祭司杂技在破译没了。哦，接了个大洞。大洞也接了。那得取消才行啊，这个得提前。对，哎呦，取消了，差一点。我感觉不是，我感觉可以勾过来，刚刚又不是这个障碍物的话。好，给了个加速，想要追李宝。主要这把的话，求生确实它这个破译前期会慢一些。对，然后包括祭司本来可以修嘛，但是他打大洞的话，其实还是会慢一点。下一波锯子是续出来了，上车了，但是前往这边来得及吗？可以勾个墙。不过这个站它比较快一点点，也没关系，其实。这个站很短啊。它短，因为它下来之后我立刻秒勾，但是有飞轮，有个飞轮。哎呦，没交，不敢交，因为交了也好像在平地啊。在平地。对。也无所谓了，给一刀再拉个火箭拉距离就行了。现在密码机加起来是2台左右，2台少一点点。转到了2楼，但是那边有个陷阱啊，就是如果翻窗子的话，伏笔回收，你猜会不会？应该不会吧？没放准，空军这边有，但是空了，空勾了。没事，那里面还有一个，有兴奋，那里面还有一个夹子，还有一个夹子。哎，不对啊，这个兴奋一口气打2刀了呀，因为里面还有个夹子。对，这边直接隔窗刀了。对，双保险。这个开局放的好呀。其实也应该猜到的，就是这个有个地下室。我还是个地下室。千里迢迢倒地下室。不过有祭司在，但是他没有化险为夷。祭司在，但他是双弹飞轮了。假想敌是自己会被追啊，所以他可能考虑对面有可能选割据嘛，没有带化险为夷啊。对他牵制为主啊。那他不来也不行啊，他不来也除了他下去。杂技被通缉，空军半状态没有枪。对。那只能祭司过来，但他过来的距离也太远了吧？再补个夹子，卡不到这个半。而且你过来的一个位置，只要我看不见，那你一定是从这个后墙体打洞的。对，我是能防到的。那这一波求生者要卖吧，卖了不出2阶吧，赌下一个队友能溜起来吧。这阵容下一步牵制起来有。2楼这个人其实也修不踏实。这个钩子什么意思啊？点错了吗？这是。可能就是续一下这个。有可能想铺夹子点到了。那这样子白交钩子，距离拉近了，想去救，我觉得还是不吧。对，回头。你是被通缉的状态啊，杂技是被通缉的状态，他应该是刚刚那一钩把2楼的这个人给监管者不能让身位，让多了祭司有可能的。再补个夹子，因为刚刚放歪了，所以现在放正了。现在其实已经不管了，他就算打洞过去也救不到了。是的，因为他上下洞的位置还有点距离的，现在只要保证自己不要倒就行了。现在监管者开始起追，祭司吸掉反射加飞轮效应啊。跟过来的话，2楼下还是有夹子，不过他可以不走。然后空军那边补充了一个护腕，马机就差1台了。鹿头的痛点就在于他2阶不一定能出不了2阶，他没有一个拉升位的距离，慢慢走就很难受了，有可能平局这把。但是对于斗武来说不能平啊，还是要钱肯定得想办法才行啊。对，平局的话求生就要4了。是的。但这边一个洞一个洞的，你又只能跟。看这密码叫传了吗？脸上太近了，不传吧。脸上这个其实可以走过来，而且它是个半状态。放掉墓碑那台密码机了，但是脸上这台密码机，空军这个位置能溜吗 ？T 有点难。手里有飞轮，有护腕。对，他也是吸掉反射加飞轮效应嘛。对，一个护腕先弹走，不在你的钩的范围之内。是的，这个是勾个墙，能勾板，能提前勾，这边得要躲一下。这边的话好像得看一下，得看飞轮了。飞轮先躲一下。卡模型。他飞轮是这样，但有一个窗弹还行，肌肉记忆啊。对，肌肉记忆还是厉害的呀。那这一波有机会勾了，这个位置拐角不好躲，很难躲，很难躲。比较直线的很难躲了，飞轮也交掉了，那有一个手语机会。对，但是外面的密码机人家起球了，对监管人还行吧，因为这个人没回光返照。对，没回光返照，且没道具接了。等一下，没道具，没回光返照，大洞接了个大洞。他们其实想猫猫来救，因为猫猫是有这个回光返照的。对，想让他死扛吧，可能是。但如果这么做的话，这个火球扣到了的话就没有技能了。到以下了，是的，到以下了。只是开门站路头有一波打针对的机会啊，这波如果打到空军了，求生者就很难受了。你不会投个1出来吧？投了个2。还好有这个回光返照啊，不然的话就裂开了。但是对于监管者来说，感觉打针对更赚呀。
那震慑反而没那么赚呀，震慑给你震慑呀。是觉得可能。 我给你震慑呀！人是能对，人是能撤，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换。如果是祭司来救的话，这个震慑就赚了。对，主要是人能救，人能活，那没用啊！这波还不如打针对呢，有点可惜。那现在门口在点，这一波得传吧？想先挂吗？那撵上大洞你还没处理啊？你要挂到大洞那里，把大洞打掉再传吗？但主要有祭司在中间，好像小洞也。 这个时候祭司的强度体现出来了。对。虽然祭司可能没有以前的版本那么强势了，但是他毕竟底子在的呀，这地图还是厉害的呀，直接预判，判断到他的位置了。但祭司能穿越整个永眠阵，哎呦过去了，但监王意识到了，很聪明。 哎，还是能，神坠也很聪明啊。对，他知道你要跟专，叫传直接传回去。二阶沟还在，对，还没断。神坠不好走了这个位置，监王只要猜他还有没有动，因为他还有动的话，他是有可能把人救下来的。所以说他本体还是要在椅子这儿，但是另外一边有动可以走地窖的。耳鸣都没了，那祭司肯定走门了呀，是的，走门就行了。传送也交了。那对于德武来说，这把平局意味着接下来求生要能4跑了。对的。天哪！ 哇，哎呦，这个选择是很难的一个选择。这把很容易为了争3争4而出事儿的，因为鱼你倒地了，鱼你把你队友倒地，你救不救？你不救，那开门战就没有4个人了，你得救。一旦救了，鱼女的手椅就能发育出来了，很恐怖。而且还要小心，这张地图其实。 很容易溜到地下室去啊！对，没错，鱼女搞不好带个巨钳，你挂个地下室基本上结束了。对，我觉得这把佩佩带巨钳的可能性很高啊。尤其是我这种留一个的时候，我肯定想方设法把我优势发挥到最大的天赋全带。主要巨钳可以克你牛仔，我点个巨钳，牛仔就不好发挥了。本来勾2次就行了，你得勾3次才能摇下来。好，直接起追。是。 男的哭丑，但是叉子是往中间去扔的。没错。哦，感觉目标有点是牛仔啊。牛仔要追，起追牛仔不太好。云女她怕转点，牛仔的转点太厉害了。就你包一个圈，我一个勾就出去了。对但我觉得佩佩的考虑什么呢？我把你道具全逼完，那后面就没有任何能翻我的角色了。其他人保人确实太弱了。是的，但牛仔这个转点，鱼女确实有点烦的哈。哎，后面的勾能勾到吗？哎呦，我觉得他有点犹豫，是要勾监管还是勾板？有一点犹豫了。那这样子第一刀那么快，再圈个密码机，40秒不能破1。哎呦我天哪！反身勾，但是这个距离不够啊！监王者刀很快的。对，这怎么办呢？这闪还没好呢。这结束了呀。对，好就好在没有地下室了。 好就好在没有地下室，幸运儿那边是没有信号枪的，来不及，来不及。对。不过娃娃是好在娃娃防水的，不受水汽影响。对，它不受水汽影响，所以还行吧。哎，但这波如果现在给直接打他一刀让他救的话，也救得太早了。是，但监王这边想着看看能不能神龙摆尾，打个双。没打到幸运儿也可以了，救的会比较早，而且状态掉的很多。对，他如果是打了个双，手里面闪现，牛仔是不可能牵制的。哦呦，这波金波，直接，而且现在是一个2阶的状态。哦，已经2阶了，不需要存在感了。怎么保这个人呢？保不住，没得保。邮差，你其他人救了，有化险为夷的话，你又上不了火箭。哎呀，太慢了，是有个减速太远。那你离得近吧？ 监王者我又不签，对我又不签，你离得远吧，你又到不了。到哎，这下没办法，真没办法。那怎么说呢？接下来救你总得救吧？就是得一个人肯定不行的，哭手来吧，然后幸运儿也来吧，来2个人，邮差1个人破1吧。但是好，幸运儿摸了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加怀表，补上救可以。但主要手里有闪现啊。只能这样子了。 好，先躲一波套索，往回走想盖板，来不及吧？你没有飞轮的，倒了呀！主要是你没飞轮，你是没有博弈空间的。对，而且手里有把枪，但是我觉得佩佩肯定知道。哎呦，正好开枪的时候被水汽长满了，这其实就算没对，其实就算没倒，我把你枪逼了就可以了。
对我逼了，我把这个挂了就赢了，对不对？对。我的天哪！那 TE 这边是确定胜利了，对，已经锁定了我们季后赛的名额。接下来就看选手的个人数据的问题了哈。是。唉。 就还是说，感觉牛仔可能这个角色平时比赛里打的也没有那么多。对，平时训练可能资源也给的不是特别足，只能靠选手的自己的积累了。这角色确实稳定性太低了，作为一个保人位置，其他角色比他优势太多了，没办法。这样的话，密码机还差1台。对，今晚现在大胆冲出来，想逼状态逼道去，然后因为他是张狂加挽留嘛，手里没有闪现，攻击性是肯定是拉满的。 另外一边想贴过去救啊，但是佩佩这边还是能赶回来的。好快，鱼女速度太快了，金波，哎呦，接收到了，那没办法了。对，邮差的状态甚至可以闪现把它给开了，都可以。这把要4抓了，监管者，看能不能把数据给吃满。这里再挂上他们的密码机也动不了，要重新开一台。对的，没错。 那另外一边40的密码机破译进度破不开啊！监管者这边挂了之后呢，还能过去把圈给包了。不过哎，有一个狗咬，但是已经挂上了。莽一下，如果咬下来的话，还能拖点时间。是的，这台密码机毕竟进度多一点嘛。是的，那另外一边直接救下来，监管者要不直接换吧？对，反正还有一个技能狙监管者，但是没用。对，拉不开这个点啊。闪现还在，要交吗？ 不交也行，你身上水汽很多。这波是想回去了，怕求生者过来偷这台密码机吗？所以不想死追这个灰小丑。但是哎呀，这2台密码机鱼女太好包了，顺手的事儿啊。对，就顺手的事儿。两边其实暂时也不太敢修，水汽都有。没关系，倒车。哎呦，那边邮差的话也没办法，他没有飞轮。 对，可能是抢的话就掉了状态，对，那这样幸运儿会挂飞。对，挂飞了。那现在2个人硬抢，水汽都满了，抢不了了吧？抢能抢多少抢多少。哎，主要是你也只有哭愁。那要不你也陪他吧？对对对，那你也去陪他吧。是的。哎呦，恭喜 TE 啦，获得我们在我们附加赛啊。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对，真的要去季后赛了。我觉得真的一切的反转，对于 TE 来讲嘛，都是医院那把这个记录原因拿出来。哎，对，那把记录。这梦想家还需要带牵制天赋吗？还是说单化显位移？最近好像单化显位移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最近一个膝跳反射加飞轮，好像整体来说它牵制的时间也不会说很久。但如果说没找到的话，那我带一手化显位移，直接给队友开一波圈，收益会很高。幸运儿吧，幸运儿这点位你往外拉，它其实外边位置你也藏不住。我是觉得可能找幸运儿会好一点。对，而且你可以说前期抓住它比较乏力的一个时间去把它处理掉，不然你把它放在外面的话，其实。好的，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找往玉林的这边幸运儿。这个选择也是比较聪明的。是直接往海侧这边去拉。 拉到了海边，海边密码机应该是也跟队友交流了，海边密码机直接不会碰。手上的话是一个香水，但是感觉香水如果说浇完之后，其实拖的时间就是相当于一个白板牵制拖的时间。上来直接是个香水，就可以断定它是一个许愿失败了。哎，这个围龙是给自己造了个单间，是拨过来的话就还好，起码是有一个香水的容错。是这边拆了个围龙之后回香，但这个回香回的很舒服啊。是的，回的非常帅啊！一个香水扑了2个围龙，那是很赚了。 接下来这一刀没有办法避免。是的，下一个围龙的话，其实飞轮也是要好了。转布屋看一下能不能再规避掉一个围龙。是的，要再规避一个围龙，密码机其实就接近一个3台。而且现在你也只能说我平地先去逼迫一下攒攒愿力。没错，江秋现在是为了避免自己有失误，他等自己愿力值好了，然后并且有闪现，直接交闪了。其实感觉板子也可以提前先清一下，看能不能省个闪现，省了个闪现。 冒险家的话已经在挖第2个密码输液了，那密码机现在是2台多，将近有一个2台半了。其实整体来说，对于一个开局许愿一个香水的幸运儿来说，我觉得这个牵制时间是比较好了。哎，这边的话是进行了一波后遇，但围龙愿力值还不够，没有办法放出来。往怀表看能不能进行无伤救，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是帮幸运儿扛刀，他幸运儿下来牵制不了的，手上没有道具了。 而且也是没有把这个闪现吃出来嘛。没错，看能不能无伤，还是打到了大副，没能完成无伤，直接带到海边去，不干扰小木屋。
这一波化险为夷就是为了让你带离，并且能给到外边这些人多一些破译时间。是的，而且这样子的话，其实只要大副在木屋原地兴起一台，密码机会掉的比较快一些。没错。冒家应该等一下还会过来再补个化险为夷，这样的话大副以及木偶在外边破译密码机还能再多个20-30秒。对，已经提前过来了，而且冒险家的输液应该也是在海边这个附近。是。攻击到了木偶师。 到这个位置，那一看的话，其实已经知道是冒险家这边的，因为你首先木偶师顶了一个通缉，然后大副肯定是木屋兴起的那个人，是的，所以他也是一直在找这个冒险家，视角也会压的稍微低一点点。那这个化险为夷如果说是套的话，看会往哪里去带。假如说大船要是有个地下室的话，最好往地下室去倒，这样能方便这个冒险家我下来直接能挖这个树叶。要不然的话就倒海边，只能倒这两个。但感觉倒远会好一点。是的。 因为你冒险家那边你还得先等一下，现在暂时第一时间的话，可能也不太能够说去。没错，冒险家现在的话原地直接破译密码机，为了把自己的水野全部安到这一台上。啊，有地下室，但是他选择倒了船尾，这样能让监控者挂得更难受一点，拖更长时间。现在运力值是比较多的，而且冒险家那边已经在开始挖树叶了。其实密码机的话，真的差不多要够了。 但这里的威龙放的其实有一点问题，并没有能钻得过去。是这样的话，可能有点难受啊。是，因为你节奏本来就不是说特别的快，还拖到了自己一点时间，直接贴着传送。但移花那边密码机我直接亮掉了。而且我这个冒险家是有回光返照的。对，这里击倒了，密码机能压好吗？97、98、99，要不直接亮。哦，没有选择直接亮，还是要过来救一手。有点太极限了，因为刚刚的话，可能你多个1秒钟，密码机就够了。 那你这样要是过来救一手，监控者其实就能拖一下自己的传送，也能就是说再给你点压力了。是，不过可能传送上面是拖不了太久，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再去打一波。那你小木屋密码机现在不能离得太近，你离得太近，他就会一个围龙造成过去，我逼你一块怀表。但木偶师本身也是有带回光返照的，你就没那么好去打拦截。是。拦截现在是做不到，将就现在是想把自己的传送拖出来，看能不能或者说是去打一波小木屋的偷袭。 那这里偷不了，只能赌一下冒险家这边有没有带一个回光返照。这边是明显带了的，他必须去快速击倒才行。能击倒吗？位置是足够的，翻打了个恐惧震慑。那边的话是刚刚点上小门，对，但是因为你手上的技能目前还在一个真空期，能放2个围龙。 甚至有3个可以赶是有机会能赶过去的，但是现在门的进度其实也挺多。但这2个人你拦不住，一个有怀表的大副，另外一个是满状态的木偶，可以硬扛着状态出去。而且你牵过去的这个时间其实是有点来不太及的，你就算交围龙过来，其实距离有点不太够。没错，2个人出门呢，这把的话就完成一个平局。完成平局就看一个下半场双方换边之后能不能去。我把你们的分都找了。那问题现在也带来了，你这个冒险家是不是带双弹飞轮的？如果带双弹飞轮的，还能牵制一下这个。对，就如果是选择带双弹飞轮的话，其实整体来说它带了天赋了。这把的话确实在选角上面感觉是有点说法的。其实都挺危险的。不过还好，求生者那边他是选了一手气象，就相对来说，如果残局运营的时候会有一点机会。对，主要是这边的好的，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可以直接去往中场吗？没有去，直接去找大副了。 你大副这边他是觉得你不可能带飞轮吧？我想先给你上一个寄生，要直接抓吗？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抓了，因为这把的话，他本来是带的一个巡视者嘛，梦之女巫确实是有这个打法。对，开局我就放狗去抓这个大副，所以也是为什么东玄那边第二手会搬掉守墓人的一个原因。没错，但成都 GG 这边求生者好像是透视未来了一样。你看大副带了个什么？带了个飞轮加化险为夷啊！就感觉还是兜雷手底。没错，防了。这边放狗，直接咬大副。 但第一时间的话是没有咬到的，对，不太好咬。这再咬了的话就没办法了，这个本体是直接露出来了。是的。不过它本身的话，其实离信徒这个位置还有一点操作的空间，而且那个地方交互会比较多，再加一手飞轮，感觉这个狗能掉。能掉的。等一下这个飞轮一露出来之后，我感觉东玄应该就懵了。一个飞轮。是的，这个狗就掉了。然后下波怀表其实也能拖出来，再追的话3台密码机起步。是的。 那现在的话，第一只狗其实掉了之后，大副那边也还没能吃到任何的一刀。你这把密码机外面这么快，大副很耐做呀。是的，你再追下去，冒险家等一下他挖树叶，这密码机4台了，4台起步。信徒的狗也是交出来，但是枯草这边又回到那边的交互点去。是的，三窗这个位置好像拉的还是比较远，好像这狗还能卡掉啊。是的，这里有一个抢窗的说法。能抢吗？抢住了。得先抢，如果这波抢不到的话，可能就比较艰难了。还能拿到。
但你其实放2条狗才拿到第1刀，他其实也是就是交了2个标嘛。没错，这关键点寄生也停住了，你架不住点啊。还没倒呢。对，双11还能玩，还给到了他们去拖这个跑图时间的机会。没错。 最后救人，到时候让木偶来救，其实就行。而且你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在于你这个阵容跟冒险家，你后面连控连击你都控不到。天哪，3狗全交啊！自己身上现在1点技能都没有。而且枯草这边还吃到了寄生的信徒，这就有点难受了。我这把现在让冒险家去外面挖树叶，你连3连都控不到，控不住的。想控场的角色，这冒险家其实就能破了。是的，木偶师本身他也是有单手化险为夷的。 不用担心说这个大副不好救，或者是说你救了之后拖不了时间。木偶师救人基本上不会出什么问题，变了路易直接救就行，哪怕给了震慑他也能救下来。而且这把的密码机已经多到说我就算压满救我也够。对的，我压满过来开个圈，这根本都不需要担什么风险。是压满也可以，但有机会的话肯定是卡办会更好一点嘛。没错，卡办直接救下来了。你打个针对木偶师，到时候还可以再进行包2救。 现在在求生者这边的视角呢，就是一个平局起步。因为大副这边是没有带火影反照的嘛，很容易被监控者我再打一个针对，到时候我底牌切割传送，我再去留一个。是的。现在故意带了一个大门，带了大门呢，到时候求生者这边一起去起个小门的时间。现在看扛刀了，这个刀能不能扛得到，并且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地窖，地窖是在双11。等一下过来救的那个人呢，是要去想办法走这个地窖了。 那成都机这边也是让他们多开了1台，没错，不会说最后一台密码机受到了干扰。是的，其实他们真正我是摇下来了还，但是也没有对他直接搬过来嘛，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其实也是拖了一点时间，因为你这个时间其实是拖的你木屋的那台进度。对的，你看一下你摇下来一波之后，木屋的那边已经马上就压好了，真要压好了。所以东玄这边硬搬的话，看一下能不能再争取一点机会吧。对，气象也已经过来了，打算气象跟木偶一起救。 直接搬，扛到刀，想搬到木屋附近。这时长可不能切啊！这时长切的话，他3人都能有机会完成3出的。是的，就只能硬手。挂在脸上，想硬挂地下室，但这个落地刀打不了，只能硬开了。因为知道你是想要挂地下室的选择了，那我这边不如直接选择硬开。是的。只能直接处理冒险家这局。不过这的话还有一个底牌闪。 飞轮，但没办法躲掉。对，其实他是已经预判到了东玄的这个操作，但是因为身位是有点不够翻窗。没错，挂地下室是绝对不能再救的，因为你就算救了，他没有带火影反照嘛，你救下来他这个刀很难扛的。就你可能说底下有信徒，上面有信徒，你根本都出不来，所以他们是选择了这个直接开。没错，东玄这边也是强行保平，大门也是直接开。拦是不太好拦的，门能直接强行点完，气象到时候我直接冲门，然后木偶这边也是直接变身就行了。 拦不住，只能平局。东玄这边在想他，因为他自己这个技术，你就算是下了那边的大门，也是强行开掉了。对，其实这把对于东玄来说，他也是很想说去干河的一个优势。是的，反正2种悬点，你要是把玩具商放在起点跟鬼屋中间的话也可以，然后鬼屋放个空军，就是你只要能帮助到这个队友踩个站台就行。然后如果说你玩具商选个起点，可以带什么样的天赋？带飞轮，不直接考虑招空军吧？ 其实没必要直接去找一个玩具商，或者说找火柴的，让自己丢太多的节奏。他一个跳板能直接去起点，到时候我起点坐车，我又回到2战。你这个跳板你踩不踩？不踩的话，我2次利用。对，其实这个也是玩具商为什么在2战会比较舒服的一个点。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鬼屋，并没有选择直接去抓空军。那鬼屋这边是可以到时候放个气囊走堵门的，要不要找玩具商呢？玩具商会不会帮队友放个跳板？一个气囊直接自己先弹到起点，想个人牵制吗？跳板也没有放。 2战也没有，气囊直接处理掉了。3岁要是在起点准备坐车，直接回头想要抓一下大龙，但大龙这边是作为一个玩具商有跳板的，鬼屋是不能进。看到夹子了吗？应该看到了。是他，所以他的话是直接选择跳到3站附近去。是的，路头在前期呢，他只有2段钩，所以想要追玩具商其实也比较费力。进入到201窗，这个点的话可以先封甲。是。另外一块板区。 这块板区其实最好拉开，看一下自己的飞轮能不能先躲一波钩了。
但这里的话，其实可以先勾右边的一个强体，靠近了再说，看有没有机会抽刀说法，哎，抽到了。那这个跳板必须要放，但是你放了的话有移形，哎，这个点位就尴尬住了。是的，这样的话，如果说能够架住他的点位，其实大龙这边已经牵制不动了。没错，移形一接近，大龙这边哪怕是有飞轮，其实你这个进入到这个短板也是一个死路一条。对，因为这个点的话，其实你进到短板已经是没有什么博弈空间，他转不走，就这个时间的问题。有勾这个位置的话，只要有耐心就行了，一直勾。过来的话，把他压迫，直接抽倒，2个抽刀下去。还是没能防好，这边监护者会换抓。这边再挂密码机，现在一个进2台半。看一下空军这边是已经卡过来了。对，手里有枪，得需要保一波玩具商的2次牵制。刚刚这波飞轮确实没必要交，因为你就算交了的话，他也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稳定牵制的。是的，你去不了其他的点位。这个点的话，可以再把这些踩了。一定得踩，你不踩的话，一会儿就要把枪。有伏笔了，一会儿。是的。但这里看能不能交枪，交枪之后直接往那个3站走，3站就可以让玩具商有一波再开伞的能力。可以直接去，能去吗？或者说帮忙扛一下钩？但这个点的话，如果想活的话，就只能帮扛兜，但扛钩的话可能会给一波双倒。是的，西安乌梦现在是挺乐意看到双倒的。就你本来要陪跑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这边是非常可以接受。你就像现在你倒了空军之后，你玩具商一样跑不掉呀。没错，因为你这个点位太差了，你往哪跑嘛？你转到这个点位呢，你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开伞能力，无非是在终点站台你去绕这么一圈，但是你真的有能力去绕到一个有1阶之后有2段钩的路头吗？是的，看一下这个飞轮能不能再操作一下，直接先勾到附近。是的，因为把这个点位给你架住了，哪怕用了飞轮你也跑不到板区。是的，直接击倒。那这波就很亏了呀，因为你是个双倒。空军起来的话，其实也没什么人能够去说把这个空军摸起来，除非你绕过去。是的。你如果绕过去的话，其实就比较难有一个去偷人的说法。板子其实还能再踩一下。这里的话还是选择让佣兵过来，先把空军给他摸起来。但空军的话，因为是给了一波双倒，所以现在第4、第5台有点跟不上。这化险为夷还是得给吧？你给了之后，能让空军加火灾2个人在外边进行破译。但得防啊，自己不能再给他震慑了。给个震慑，这个西安乌梦其实有机会摊一波多抓了。哦，直接打了，他赶时间。这边飞轮先直接交了，但是板区已经没有了。是的，只能说倒远一点。那边的话，看要不要去调整一下吧。没错。我觉得现在佣兵跟空军可能也可以考虑说，先去调整一波状态。是的，这边再一勾，想把他往回勾一点，不想让他倒到一个太角落。到时候他可以方便直接去处理这个佣兵或者说是空军。空军现在摸了个箱子，摸了一个镇静剂，对，已经进行爆点，是刚刚勾的佣兵。对，那个应该是佣兵给他搬的玩具商的那个。没错。然后就搬了一个镇静剂，所以现在选择让空军那边自己先治愈一下。是的。然后让一花拉走。再找。看能不能找到这2个人的点位。是的，一花那边感觉比较好排一点。哎，找到玉林，有点发现玉林了，但玉林现在扎满了。还好，其实有点危险。对，你要说是没能扎满的话，这节奏基本上是续上了。是，现在的话还差最后1台的密码机。看这个短板能不能牵制更长时间，让飞轮补了一下，因为他怕这个箱子直接能隔上勾到。但这里的话，如果选择下板的话，是必中这一勾的。对，但是这里板弹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吧，知道他是没有带火影反照了。而一花那边状态也是非常的不好。对的。西安乌梦现在如果说只针对玉林去打的话，他这个局面是有一个3面以上的。而且现在的话，如果玉林那边没有撑住这个时间，对的，其实火灾要换位过来，佣兵还得绕半圈，他得从桥上的另一边卡过去才行。所以玉林得撑住这一波，很关键。佣兵是没有办法救人的，他的状态实在太差了。是的，这里的话一下板的话，我直接就勾就行。等等，这个密码机是鬼屋附近的，挂远吧，挂终点其实也行。然后去打拦截吧，因为你佣兵肯定是首先救不了了，你要过来只能换位，但是佣兵他一个换位，他是要从人皇桥那边绕过来的嘛？没错。3岁这边，3岁是从鬼屋桥这边绕过来的，反正绕过来之后，他直接从3站这边再绕一圈。他不想让西安乌梦发现的太早，你要发现太早的话，这边红马可能就直接逼他救了。密码机现在还差一点，但3岁那边已经是在往这边靠了。西安乌梦现在就是想要针对这个空军了，因为你的双弹已经暴露了，你飞轮也已经用了。是的，但密码机现在其实还是有点不太够。对，再一勾，哎，这波没能勾到，他想给他勾远一点。卡位，是。这波先把空军。这个气囊要交吗？你这个气囊要是再交的话，2个气囊都没了，自身其实也有点难保了。
而且这个点的话，其实终点那边你就算要过去，终点那边是提前封过夹的嘛。其实可不能再拖了，再拖这个钩子又好了。没事，这波可以先等，反正空军那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等他救下来之后再去打空军就行了。是的，仙无梦反正就等着，你迟早肯定要把他救下来啊。对你救了我就打空军。哦，打倒真对了。而且这把的话，其实本身压的密码机离门也很远，这空军直接挂飞。是，也当时不敢亮，因为你单亮的话，他直接转头直接抓3岁了。是。3岁这点有点难跑，他现在必须要撑出来时间，撑到佣兵这边。佣兵也没开。主要是他们一直压着这个密码机，其实对于3岁来说，他可能倒了之后再开的话，佣兵他还有一个跑门需要去撑的时间，因为西方那边还有底牌啊。但是你勾到哦，还好没开到。现在是开掉了。是的，这个密码机你迟早得亮，因为他要去拖到佣兵这边去开门的时间，或者说就干脆不开门了。对他我只能等地窖。可能还是不太想给到星光梦一个去压起身的说法嘛。对的。所以再拖了一点时间。现在3岁如果撑不住的话，这把还有4抓面。再造成减速，这里有个气囊，但是气囊直接躲。对，其实这里的话，我感觉可以去勾窗会好一些。就前面那波先跟，然后勾窗。啊，没关系，反正现在佣兵还没有贴到门。对，这里的话就要看一个开门战的心理博弈。是的。佣兵的话确实会离得比较远一点，我把这个窗都给他封了。就不太好牵制，有飞轮。现在起点的佣兵也有点不太敢去点起点了。是，哦呦，这里一个预判钩，击倒，要不要直接传？如果他真的想4抓的话，他就会觉得你现在人已经是贴起点了，果然直接传了。他在预判佣兵的位置。是的，这里的话其实过来之后，你如果不在，那就只能在鬼屋那个半场了。对，所以香木这边可以先通过一个2阶的愤怒链爪，然后勾回去。但我说真的，要不先在起点那边门先放个夹子比较好吧？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是的，你如果说在起点这边门放个夹子，你防止佣兵我杀个回马枪。绕回去，对对对。而且你佣兵就算想要去点门，其实还是要去拆这个夹嘛。而且也会进行爆点嘛。你现在就不太知道这个佣兵的一个确定位置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反而是给到了去跑一个的机会。有机会，哎，但是西安无梦这边的秀脚好像比较能感觉到吗？好像看到了吧？知道了。这边骑乘一勾，感觉有点危险啊！有机会能拦啊！感觉的门直接压住了，再一勾勾到板区，造成减速。佣兵现在身上已经没有护腕了，因为他刚刚是过来弹到进门口的。天哪！直接是争了一个4抓。喧嚣的话，我就外面抢击了呀。你追谁，我外面3个人立马提密码机。是的，带不带挽留呢？我觉得如果要争上线，可能不太好带了。不带，然后带个底牌加张狂。张狂底牌，因为你现在是要争上线嘛。是。如果说带挽留，其实会比较偏平局。然后上去试一试，看能不能在自己的。但选起点的话，其实感觉信远那边玩车还是可以玩的。你不管说这个站台点不点都行。对。如果不点，我就去找小说家帮忙了呀。是的。我点了的话，我去3站也很舒服。你进。看一下上来是直接去往了起点，去往起点抓信源。信源这边手上道具看能摸出来什么了。能否许愿成功呢？许愿也失败了，也是个香水。这个香水行，两边其实现在信源都一样。哎，但这边的话其实也还在去移下。哎，给到了一个干冰标记，现在就等你上站台，上了站台就开车。是的。开到2站，2站已经点过了，已经点了。守护人已经从上面下来了。对，那这样就是到了3站了。到3站也不能换追啊，还是得抓这个信源。而且你换追换一个守护人，真的有点不太舒服。是的。你相当于把这个信源放在外面，我还有机会再去翻道具，所以只能说硬着头皮去追这个信源了。那信源往哪里进行牵制？往终点吗？往终点会干扰点皮皮虾。皮虾可以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这里可以先绕一圈200一窗嘛。哎，给到了一个粘土，直接预判打到的。这里香水要提前放吗？还是说是打到直接飞轮？飞轮放不出来，焰火区域封了的。其实感觉如果说提前放，可能有一个就是位移能力也挺好的。对。哎，一个吹风。是的，风帮吹了一波，但现在也已经有空中飞人了，直接弥补上距离，再给插个焰火，直接完成击倒，2台。就2台的量。对，因为守墓人的话，开局要跑到2站去点站台，然后再跑回去破译，可能说会比较慢一点。利用上的资源比较多，牵制的时间却没有那么多。而且皮皮虾那边还交了一个强风。是的。但这把的话，其实可以说去配合一波，就是守墓人跟气象去配合一下。气象这边没有化险为夷，所以他过来救的话，收益没有那么高。最好的可能是说守墓人过来救一下，然后气象看能不能辅助，能不能保护无伤吧。能保无伤吗？想硬摊，他一波守墓人的伤害。那这边18是没给机会。是，这里就看一个回身也没打到，就是给不上，不能再追了。你要再追的话，自己手上这个传送不是1星啊。是的，那现在的话一格状态都没摊到，那我一会儿守墓人就很舒服了呀。对的，我卡人当中
我卡人的话，它整个优势跟稳定度会好很多。对的。我一个飞轮，躲掉了一次，还能再拖时间。那我这波牵制出来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然后我救人位还没掉状态，那就把16牵制也给牵制出来了。赚麻了呀！没错，这有地下室，但你要挂吗？你挂了他们就不救了。但你就算挂地下室，我守墓人还在外面，你敢挂地下室吗？我觉得不能挂，只能挂外面。你挂外面赶密码机。小人家还能救，小人家现在身上还有一个化险为夷，这个化险为夷一定会给他套上，因为他现在套上的话，还同时能拖到外边2个人密码机，这得救，不救不行的。手上有传送，后边你要让气象去牵制一个，快要2阶的喧嚣，其实也比较费力的。是的。哎，这边的一个焰火直接把他书给打断掉了，那看能完成无伤救吗？好像完成不了。是，不过这都还是打到一个双倒。那东玄又赚了。双倒的话，其实也是打回来一点嘛。是的，手上有传送，这个传送他不指望去能挂马尾，他现在等一下要传送，直接去找气象。是的，气象现在解开密码机，气象那台密码机要开了。是的，气象现在解开密码机，他现在不能直接去碰第2台，得让守墓人去破译。对，现在其实差的就是守墓人在起点半场的一台，以及说你一开始桥上守墓人第1台密码机嘛。守墓人现在得做英雄，他必须要去牵制出来这个时间，想要直接传送。直接传送过去。他在预判气象的位置。是的，但这波的话直接找到了。这个暖雨也招了，相当于把小人家的位置给暴露出来了。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考虑到说3站的那台密码机被破掉了嘛，对，所以可能说，哎，这个点位你就算过来，我可能还是要有一点时间。那节奏续上了，其实也对于东玄有个4抓面可能了。皮夏现在手上只有1个强锋了，他只能施展1次。而且18的那台其实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它是新的密码机。对，东玄现在想要逼救。强锋交过来，但气象这波救人是没有化险为夷能够去拖时间的，只能说下来指望这个小说家能不能再拖一会儿。哎，再一次换位，直接换到了一边板区。直接可以进板。是。能搏到吗？先踩，前面还有一块板子可以玩。还是有点难牵制啊。但这里的话，空中飞人他的一个充能也好了。哦呦，好砸！这波是拖出来很多时间，其实他是拖到了皮皮虾能够去补桥上那台。哎呦，这里空中飞人还失误了。坏了。再打预判，预判也没能打中。那现在跑掉了呀！2台密码机准备强亮了。是的，你现在空中飞人的充能还没好，你赶不过去啊！皮皮虾现在可以强亮。是的，皮皮虾现在直接强亮，亮完之后让守墓人压机。现在在空中飞人过桥，桥的话找18密码机也压好了，全部亮了。马尾那边他没有回光返照，但他跑掉了呀。皮皮虾现在这个位置也比较远，你空中飞人刚刚也就我稍微牵制一下，其实这个门就要到了，因为第一时间他是回头去贴门了。没错。然后18那边可以去点起点门，皮皮虾现在可以故意往终点那边倒一倒，只要他往那边倒呢，终点这边就会有一个人帮忙卡2名，同时他的门也能点开，他绝对安全。现在这的话还有个地窖，不过东玄那边因为是带了一手挽留嘛，所以也是问题不大。对，但你现在敢传吗？你不敢传啊，终点这边就一定会有一个人的。是的，这里还有个地窖，你不管说传起点还是终点都很尴尬。他传了起点，传的是终。传了终点，终点这边门是也直接开了。是的，因为起点那边你也是管不到嘛。那这样的话，成都基地是在这一局完成了一个平局。对，其实感觉可能相对来说，歌剧的熟练度会更高。有点没想到这个角色的一个登场。其实想的更多的就是一个偏喧嚣，要不然就是蜘蛛，因为蜘蛛它能打出一个爆发，我把你这个调酒的这个体系给你破了。对，或者说是我拿出一个喧嚣，就是直接一个硬实力。或者是顺路能够去一趟色院。是的。先把你的这些点位给他提前安排好。闪现挽留。张狂上来先招个1-4人，直接去往大房，然后自己的本体可以去往中场把这个守墓人给赶走。是的。这个点位玉林的位置好像有点尴尬了。是，而且玉林的话，他是没有选择先去给你绕一下大房，哎，甚至还预判到了这里的侵蚀度涨了很多啊。是64的一个侵蚀度，那我萧梦这边我去提前跑，你已经有1刀了呀。哇，这上来拿了第1刀，22秒就拿到了。其实这个点的话，如果说你要去玩大房，大房那个地下吼是吼不到的。对。你就贴墙走，那现在的话反而是给点机会了。1-4人那边可以先去干扰一下外面的密码机。那这个闪能不能有机会省下来了？如果说闪现都能省下来，下来这个牵制他也没有办法做到。反正现在也不着急嘛，因为闪现还没好，所以可以让1-4人那边先把沙包跟中场的都去寄生一波。先架住，板区这边的话2个都放了的，要不要直接踩了呢？还是说直接给他架住？先不踩，先骗。现在是40的一个侵蚀度。对，等一下这个附身 CD。因为现在还附身不了。而且这个窗的话，其实你一个陶片是能架住的。
对的。子玉那边也是稍微在防了一下，有点难跑，他没带飞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去破了这个。但这里一波绕的话，这个身位其实也贴得很近了，吃不出来闪现，直接倒地，甚至还可能干扰到一下3岁。我这边我直接把14人拉去小树林了呀，你3岁这台也别想修了。这是一定能干扰了。不过还好，他那台密码机的进度会比较多一点。救人得让守墓人来，这个化血梅一定要给上。让杂技来的话，他就是一个刷挂了。感觉这个前期的铺排没有说特别的好，反而是给到监管者这边机会了。你要拉点的话就直接拉，但从他那个走位上的话，感觉好像自己第一时间又想回大房。对，在等，不能让守墓人无伤救。要打吗？还是说要打针对？我想弹震慑吧。现在的话，淘汰进度条还是有空间的。哎，这样能弹到震慑的话，监管者的节奏可就太好了。是的，哎呦，来震慑了！哇，那这一波的失误就有点大了。你本来就没牵制起来，你还要救人给机会。哎，这邮差救不下来了，还能救吗？大龙这个位置够吗？有点难，有点难。主要是你还有个闪现要防啊。没错。你现在回去你要防闪现。这还有个2阶呀！你进去的话，我可以直接2阶传回去。对，就是救下来了，但是问题是你救下来之后他活不了。再一喷，有控制到吗？没有控制到，但是往角落倒。没关系，只能说往角落倒，然后稍微再拖一点时间吧。这个节奏。你下一波没关系的，我现在拿这个2阶，拿这个闪现，我见谁都是秒。有闪现，后边谁能撑呢？我感觉谁现在都有点难撑，因为杂技这边也没有带一个飞轮。是。你要想躲这个侵入的圈呢，他只能扔球。那现在的话是赶紧把守墓人的状态也调了。那现在密码机其实还是有点没跟上，因为你可能开了2阶之后，你又没吃出来技能，你对于谁来说可能都有点不太好去牵制了。是的，侵入度19，要不要闪现直接来一刀？哦呦，闪现直接打断了。是的，哇，现在的话身上还挂着63的一个侵蚀度，那这样有机会能秒了呀！你现在蹲铲也蹲不了，然后还喷到了这个异族本相，节奏续上。中场的那台现在还没开完。其实现在我直接把人往这边他去挂一下，还有个地下室，有个地下室，然后我再把14人拖到中场去干扰大龙的破译。仙无梦这局其实就是有慢4的面了。对，4合院那台是被强行修开了，但是问题不是很大，因为现在他们还是差1整台的密码机，你这个守墓人又是挂过的，只有半挂。没错，而且他这救人压力也很大呀，一定得救，提前贴下来。侵蚀度的话，现在也在涨，往外走，往外走的话，我就可以先给你补一波喷了。是的，现在还能拖。有本相再喷，哎，80多了。这个飞轮你交的好，要不然的话也有可能被打断。一个飞轮先顶掉了，然后再把守墓人救下来，守墓人赶紧下铲。你想要打调酒没打到，那先打这个守墓人。是调酒那边在底下回酒。这守墓人不好跑，守墓人现在侵蚀度已经43了，我附身一波再帮忙一个侵蚀喷，其实现在你也跑不了。可能还是前期的节奏真的有点不太好了，而且守墓人现在是一个上挂飞的状态。对的。那你对于一个上挂飞来说，我只要保证在开门战前把这个守墓人淘汰掉就行了。而我现在知道你外密码机差1整台，我只要慢慢的去跟，你这个铲子总是会结束的。5CD 现在已经出来了，往哪跑呢？外面密码机现在不够，一花现在是一个挂飞的程度，传了过来，侵蚀度现在又满，直接击倒。3岁现在密码机被控肯定是迟早的事。是的，我14人提前过去，我本体这去挂这个守墓人，守墓人是一个上挂飞，没错。然后你外围的话还得多拖1台，就只能说再起1台密码机，然后2个人去打拉扯。是的，14人就这里一直看着你。但我还没跟你打开门战啊，对，都还没轮到开门战去控门那个阶段，你现在连这个密码机可能都有点难修开。你亮嘛无所谓的，因为真正亮了才算是时空之影的一个节奏了。是的，就还有一个控门的说法。对。看怎么去控，直接又传过来，但是现在2阶还没好，侵蚀传送没能用到。是的，而且闪现的话其实也还没好嘛，没12秒。稍微再等等，先跟就好了。14人，然后再过去找大门，找3岁。3岁这边，由于刚刚把陶片拆了，自身现在还可以再被附身1次。是的，不过还是想要去先赶一下。接下来就是一个2阶传。大龙这点位一直在外边被架住。这密码机反正密码机1天不修就行了。是的，因为它2台密码机是大门跟大房这2台嘛，它只要先把他们赶走，密码机1天修不完，其实都就机会就很小。对的，这里看能不能闪现跟上第2刀了，或者说直接不闪了就等。
你要不就1-4人过去，对，因为调酒那边现在也是回去修机了，你可以先本体架住大门的这一台，然后把它往外赶，杂技自己本身又调不了，对，然后1-4人再去赶大房的那台。这闪现不如就一直留着，你只要赶门马机起了，我就拿闪现去击倒你们。那现在把调酒赶，哎，不过这里的话是传到色院去了，影响倒也不是很大，还好。这边回血酒也得喝。 再等，就现在就等你亮了，等你亮了之后，我这边闪现就可以完成击倒。或者我把这个闪现先留一下，我知道你马机很多，对，我觉得你有可能要开的话，我就可以先留也行。这个时候闪，但你一个飞轮的话，这个板子，哎，又没看，他是怕这个密码机压好了。但如果要怕的话，是不是应该专注一点？是的，打了好像更好吧？什么都没捞到，那就接着拖。 反正都已经拖到这样的地步了，要不然再把自己的闪现去拖个30-40秒。那过来先把杂技这边赶走。那其实大房的那台也很多了，大龙那边得先把那个陶片拆了。是的，大龙那边密码机是属于压好的那一台吗？是的。那98的。看一下吧。现在是求生者着急，求生者要着急开，他不能再拖了，因为你刚刚闪现已经交了。是的。这是他唯一的可能去走一个的。现在赶紧去跟这个开门战吧。对。 因为他现在得去先跑过去把这个门站住，而杂技这边就算你贴到月亮门，其实他点门那个时间也会比较久嘛。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他可以说先本体挪过去，然后1-4人先留在大门，你调局那边也不好去点的。是的。先给他来一个精神寄宿，然后1-4人拉回来，1-4人再去赶3岁。这个球必须要提前扔，能打断一次吗？打断一次再附身。诶，没附身，回头了。 找调酒，那就本体先过去赶调酒。不过现在的话，你可能因为没有闪现了，压迫力肯定是没那么高。那刚刚其实这一波有机会去秒掉杂技的，现在反而又给到求生者一点机会了。这样不能被挽留拖掉吧？你现在这个闪现，但闪现会先好，是闪现会比挽留早好10秒左右。 他们2个人现在可以不用急了，我可以现在先拖，我不用着急去点门。他去拖一个挽留时间，然后卡陶片的话就卡在圈边嘛，先不要给到你一个落地秒的说法才有机会。只要切一次1-4人，他这边就可以拉一些距离。是，但这里的话，因为板子已经处理过了，所以感觉有机会打断。打断了吗？直接打倒了。击倒了之后，其实你像杂技那边现在也才刚刚把这个陶片拆掉了。这边还有一个12秒，好像能极限开啊。 应该是拦不太了了。对，这个门能开，门能开完，3岁能走。因为你现在的一个2阶传送，就算能用到的话，你也拦不住。是的，不过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完成了一个3抓嘛。对。对于求生者来讲，总感觉打到最后还算是赚了一点点。确实是。对吧？因为就你如果从这个前期的节奏来说，他这把能跑一个已经是赚到了。是的。甚至说，雕像去挡一下枪。他第2阶很快。对，最后的话是选择了一首常规的歌剧，但心里因为他是多一个的容错，所以他吃受伤加速之后是可以回到大房去的。就还好啊，这个点位他其实没有干扰到任何的人密码机，我只要往大门这边进行牵制，大门然后吃刀。好的，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找心理，找心理这边是直接带到大门废墟。看马尾接下来看怎么去牵制，2个板子要不要同时都下了呢？不下。 进入到窗口，省一个板子。对，2个板子同时下的话，可能这个点也不太好牵制了。对。再绕一圈，那这里脚滑了，回速。但是还是让心理给他翻回去了。是的，你这里没有回速进行加点的话，其实很难拿到刀。哎，又脚滑了。是的，不过这个点的话，马尾倒是也翻过来了。是。骗到了马尾，否则这里还能再拖一点时间。是的，不过也是可以去后面那个长窗再绕一下。 马尾这边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去转走，对，那就继续绕点吧。我这里绕一圈可以找一下空军帮忙了，要找吗？不找，空军这边接着进行破译，不建议这把枪了。不过空军的话其实也在附近。那这里要不要吃一刀之后交枪呢？好像可以。了。交完枪之后，空军直接往大门走，是的，这样板区就可以留着空军了。哎，他是等到你擦刀差不多结束的时候，然后再去交这把枪，拖的时间会更久一点点。没错。 这个位置可换追不了，你要是换追的话，空军更难做。而且空军的话，它本身也挺有说法的嘛。对，又是个满状态，还多个飞轮。没错，只能接着找心理。这样的话得闪现过来把这个心理给他击倒才行。
密码机现在有一个2台半多。但你现在挂到这边的话，其实枯草那边救完人还是可以原地去把自己的密码机给他先补够。没错，枯草现在不用说再去跑图额外的去开密码机。18现在也来了，这个人到底是让谁救呢？想让18救，可能也是让枯草那边先去吸引一下注意力。因为杂技那边始终还是得来沙包起第5台密码机的嘛。他们想让杂技先救，因为杂技这边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一旦要是说让他作为一个2救位，很容易被有一个震慑啊，或者说是吃到这种风险。而且东玄这边注意力是完全被吸引到了，火球扣到了。火球，那马尾的话其实已经是往大房的方向去了。对，其实没必要去进行牵制，直接拉走。倒到大房角落去，因为他现在的话也是一门心思的直接往那边冲。是的。哦，但这里的话，其实感觉东玄还是有一点点小失误了，这把割据。可以给他挂到大房废墟，没必要挂到大房角，挂到大房角是亏的。能尽量的去干扰一下沙包密码机就去干扰一下。刚刚为什么心里就是说是最好不牵制呢？因为你要是牵制了，有可能你会挂到一个沙包外。我觉得是不要想着牵制。对，你现在就是开化险为夷，拖时间就行了。没错。而且你只要一个平局嘛。你要是牵制了，有可能会把求生者的这个平局局面变成了一个3抓局。枯草的话被拦得比较远，所以直接选择交互换。没错，这个互换可能也得交，要交吗？先不交，不交了。这一刀有个受伤加速，能够去把这个心理救下来。对。然后现在差的就是沙包里面杂技的那台，先卡一下。卡一下这个。那这个的话还能卡板，所以是直接先打了一些佣兵。那这样心理的话可以往外面板区去转，还能再帮忙扛一下。但这个扛的一个点可能没有刚刚那么舒服了。刚刚好像没能果断直接去大房。对。如果说那刀就是感觉有点没弹好。对你如果说是这一刀的话，吃完之后直接去大房，这个点位上扛得更赚。因为你能进大房的话，其实牵制空间还是大的嘛。那现在的话又来板区。对，只能进行一个短板上面的博弈。看能不能混，2个人一起转圈圈。场面一度很和谐，换到佣兵，先佣兵了，是，然后再换心理，这样密码机就能压了，直接亮。而且佣兵这边是能够回光返照起来的，没错，所以也不用太担心。手上现在有传送，但这个传送的话，你现在能限制到谁呢？所以得直接开，然后枯草往大房那边去转，不要给到东玄那边快速击倒的机会。所以东玄那边知道佣兵也是这么想的，他就想回头去找一下门。想找皮鱼虾，皮鱼虾可是1挂，并且也有飞轮，有牵制空间的。他能拖一下时间，杂技那边的话也在贴门。是的，杂技那边24秒，现在已经是开了接近一半了，还有个10几秒。飞轮预判刀也算躲了，是拖一定的时间。但这个点的话，如果你要先挂空军，其实门是会开掉差不多。现在就硬点就行了，你过来传了就传了。但是那边好像直接传的话，门有点极限啊。没有选择硬点。感觉有点小小的犹豫，好像是的。他刚刚其实是躲了，因为刚刚空军被击倒的时候，他在预判你东玄会第一时间直接传，所以那个门的进度差一点点。不过还好，枯草那边是回头回的比较快一点，对，有一个互换，就是能救下来。2个人直接救下来之后分头跑，对，一个卡那个大门方向，一个去往小树林方向贴边缘走。东玄这局面现在是有3抓面的。求生者是至少能跑一个，只要有一个人去点门，有一个人过来直接给压力，那就行。但他们俩这个打法好像还想摊下平，想让2个人分头过来进行一波救援。但是东玄这边是直接看到了皮皮虾的一个走位。东玄现在要击倒皮皮虾，想预判一下佣兵的位置，但是是捞到了这一手。没错，捞到了这个想要过来救人的枯草，那这里枯草是撑不住的，直接击倒。我觉得求生者这样的打法有点太过于激进了。因为你这样的打法有可能让监管者去摊到一个4抓。是的，不过这个点的话还好，它本身离门的那个椅子的位置倒不是说特别远。但最好不要救人了，直接去开门。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这波救人。救完人之后来得及吗？感觉不好跑啊。哎，谁开门谁就被抓呀？哎，不先守门吗？他把人没救。但是这个杂技确实可能也没有说拖特别久的时间。现在赶过去的话，门的进度其实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直接想点开直接走。倒是能走一个。能走，但这把走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亏的呀。没错，因为在最后的这个时间上，怎么说呢？没能果断的去点这个门。这门如果说是能直接强行点开的话，佣兵在外边我就直接卡耳鸣，或者说我就在那里等着。你肯定要去回头去防一防的。因为那波其实我觉得，就算东玄选择一个传送落地，你杂技有球的情况之下，或者你有飞轮的情况之下，兴奋还是说是要带个移形呢？还得带闪，我甚至觉得。但你要带闪吧，这古董上硬打你几个机关枪你也受不了啊。我觉得记录员有点难打这个阵容，真的太难打了。
你首先病患它是具备一个拉点能力的，然后火灾它也可以去堵点嘛，然后你清完之后身位又拉开了，那另外追谁都不好追啊。这3个人，我想不到他追的第一个人能是谁。不是3选1，你现在让我选我都选不出来。对。首先你要是说光说角色上的一个对阵的话，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中场，先记录一个封窗。这样一个封窗交互的话，到时候可以直接去帮助到进行追击。这里干扰到了前锋，再记录一次，能翻的。对，因为前锋的话本身交互也会比较快嘛。没错。这里想要直接抓前锋，但他能想象到这是一个双弹前锋吗？直接拉球了，是球稳。就我近身的话，我直接可以多交一点球。没错。反正这把的话，它本来就是带一个弹射，我再一个下板翻板。看马尾在不在旁边了？马尾要是说在旁边，等一下可以给他放个气囊，这样能让他省一些球。可以后期再说，因为现在可能还是优先于破译自己的密码机嘛。是的。而且枯草本身身位还是非常安全的情况之下，上楼直接拉球了。这个板子不盖，因为你就算盖了，刚刚是记录的一个封板的。是的，再往前这个窗，其实感觉一会儿弹射又好了，开始绕起来了。没错，一个窗弹，然后先拉走，再绕一圈。这里可能还是再得拉一波球，因为这板子你放了是没有什么用的。还有个踩板，别记录了，踩板直接过来，然后再直接拉球走，拉开这个身位。 1分20秒的话拿不到刀，这里还能借助一下马尾这边的一个气囊，这个气囊帮助放了。是的，已经过来了。对，再次拉开。而且你现在的话，这个带的移形还没有一个拿刀的说法。这移形为了拿1刀吗？拿1刀其实也亏。但你现在过来还有个搏板机会。对 ，OK， 抢到板了。那你这里拿完刀之后，他可以等一下窗弹啊，1秒，现在窗弹又好了，我再翻。然后又拉开身位。是。过来。 太痛苦了，已经是往皮皮虾那边去了。没错，皮皮虾这里还移形交完，我皮皮虾可以随便过来 OB 了。这个身位可以让出来。是的，板子这边也是下过的。帮忙，给个点刺，给个扫视都行。1个点刺，再来个扫视，这是个抡式。对自己的话可以这里先走，就直接翻，就一直帮啊！你现在身距你根本就接近不了。我保个20秒，外边有2个队友一直在那里进行破译20秒，也很赚的。 而且这样绕下去的话，下一圈枯草的弹射又好了。是的，窗弹又好了。这个板子有没有下呢？板子好像没有下，没有办法接个板弹。哎，又过来了皮皮虾。再接个窗弹。哦呦，一个云门过来帮忙打的，因为他知道这里是个微窗了，你再翻的话，这个窗户容易烂。加上如果说他不刚云门，这一刀可能及时就能打到。是的，而这里的话弹射又好了，继续跟你去板弹，拐弯还是你皮皮虾，还有机关枪，这里机关枪还能再打1棍，再一个点刺，又击退了。帮忙要不要卡个点？其实帮忙可以卡一下位置。是的，因为记录员同时也是卡住了，这也在2个人一起拉开。密码机都要4台多了，这有点不太好说呀。大方这里是个地下室吗？ 是不是好像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对，影响没那么大，但现在要想办法去挽回来一点收益才行。是的。还有3秒，但现在身位的话其实很安全，而且下去又有窗。又递交个移形，终于是击倒了密码机4台半。那你这里移形交了，后边底牌你没有办法去守一下密码机了，只能一直控了，一直记录，看变换。 我想想，这个震慑的话，有机会能让他翻盘吗？也只有震慑了，要想办法拼震慑才能有翻盘。直接看能不能震慑到了，没能震慑。一个化险为夷，2个人再分开走。而且他们的话是同时修2台，那你输液的话其实跟不上，密码机控不住的。下波可以让马尾来救。 马尾到时候我在椅子面前放个气囊，你打还是不打？你不打救下来1个气囊直接弹走。但是外围多的那台已经是有70多的一个进度了。没错。2个人一直在破译大防，密码机现在已经破译到80%多了。这个气囊要不要直接帮我堵个路？不堵了。是你现在就算挂在花坛，但是外面远端那台已经是压好的状态了。没错。直接贴脸。 2个人在卡密码机，你记录1个没有用，想强亮。而且他们那边故意是压的没那么死，没错。所以你就算给他开个挽留也不太行。机子控不住了，没给这个机会，在2个人压机，离门其实也很近。这气囊
现在他想利用气囊直接把东玄顶开，然后直接救。是。再出刀，想快速击倒枯草。直接开了。但直接开的话，一个拉开身位。我觉得亮子是不是有点早？他不想拖了记录哦，他们是想让东玄这边连个记录都没有，因为你刚刚记录全交了。我现在两边5个贴一扇门，你就算能切着传送，我这边局势至少保平起。那你这边能在记录上？过来是有个球。是的，这里再叫移形，能拦住。气囊得打，不打的话，这边一弹气囊就走了。是的，但这边的话两个人飞轮，哎呦，这一刀打气囊上了。但是感觉皮皮虾爬门有没有说法？感觉来不及有点。再摸这一刀的话，一定要打出去。这个位置的话是可以的，打出去了吗？哎呦，打到一个墙上能爬出去啊！也出去了。哇，完成了3人的时候，你得勘探员也过来，就2个人过来看能不能保一下。但我现在在想呢，你前锋勘探员，假如说真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天赋，回光返照2个人都没带，那你这个星源就得带，你不可能3个人都不带回光返照啊。你去那样其实可能也不太好去争一个多跑，是的，因为他们这把是要去。监护者是直接选择了大防，这样的话能直接去抓这个勘探员，星源上来也得拉点。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星源为了去扛压力，直接带一个单化显微仪？单化显微仪压力有点大，然后他放了一个中场。看一下上来是直接去往了2号。是的，去找一下3岁的勘探员。没错，勘探员这边的话也去防一下。哎，但这边的藏红光啊，藏红光其实绕进了不少的身躯啊。是，不过前面其实还有个一花。两边都打的好细啊！哎，这里直接能掉的一花吗？好像掉到了不少。是的，身位的话其实会贴的比较近一点。哇，现在在低头藏一下自己的狩猎本能，这样移速还能再有一些提升。是的，直接想交钩，然后往小2楼那边去牵制。那这个钩底交啊？毕竟高低差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适合病患的牵制的。但这地方可以先封雷，再补一个。这个位置被炸到了，炸到了。必须要直接交了，但交的位置有点尴尬，身躯还是被拉进不少。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可能还是只能往外面去转，对，往前面转的话容易再吃。他没能往回交。哦，但这里的话，身位其实又逼近了不少，这里打斜放。对，再放一个雷，这钩可能要交不了了，直接吃一刀。吃完这一刀之后，其实钩子还没打掉了一个，他身上现在只有1个，要不然的话就刚刚好像是交了一个。对他前面交过了。一个移形过来，直接到你脸上，你跑不了。3个钩子现在全用。你这个击倒节奏，不管救还是不救，都很难受。对，现在的话，要不就撞救，了，过来撞救了。但是撞救密码就有点不太够，没道具啊！前锋现在必须要拿命换，哎，只能接着拉球撞了。你没办法，你要拿自己的命换。但你现在撞都不太好撞，而且这个角度也不太好啊。前锋自己还吃了个炸，雷又架住了。这边再补上一个雷，是的，这块雷是能补满的。没办法，前锋现在有什么操作空间吗？我现在也看不到啊。没有，要不然他直接放雷，或者是我先去炸一下你前锋就行了。要不勘探员也一起来，你现在没有办法，你撞下来没有用。救下来，撞下来，但是不是个交互撞。是的，还打到针对。这里的话可以再去扑雷。你现在拖的这种节奏，你是救不活这个人的，你只是给他拖一个2、3秒，2、3秒的话，前锋无所谓的，因为节奏他现在大好。是的，本来密码机的话其实有点不太够，这个密码机其实还是信仰那边已经翻了个机械玩偶的进度。对的，刚刚那波撞下来，其实也给到前锋这边，我就有个2阶了。这现在2阶，你勘探员过来也必须要 OB， 你必须要争3跑嘛，你争3跑，你勘探员跟前锋必须要过来打架。是的，你可能单人过来就还是有点压力的，可能还是得前锋那边也出来一下。哎，遥控雷先引爆，这些在等。这2个人都来，他就等啊，等你人救下来之后，我再打针对。我觉得不会现在先进行攻击，现在进行攻击，勘探员一定会一直给你丢磁铁。是的，不过还是打了勘探员一下。这里想来一波大吸，大吸成功。但我觉得现在对于新亚姆来说，只要提前减员就行，他可以说我就忍了，我就忍了。但这里还要吃这个雷吗？哎呀，那你拐弯的话遥控好了呀，看看在哪，赶紧过来帮一下。这没关系啊，我现在移形也在啊，你再一波大吸，你这位置同样你甩不开。是的，而且我移形跟上。其实密码机的话也就开了3台，没错，带他一个雷锋点就行。遥控雷直接收走了病患。那这边的话其实也有点来不太及了，现在他们得要去剩下3个人争一个3台才行，密码机还差2台，而且其实经过了这几波打团下来。道具消耗也很厉害，太多了。你看那员虽然是无限，但是你现在是没有道具，你没有磁铁了。前锋现在球你只有剩1/4了。是的，而且我知道前锋刚刚是在小2楼想要去起一台新机的，现在我只要先去排一下前锋的位置。对的，现在就找前锋。
有看到吗？现在还没能看到，一直在找。他怀疑这个耳鸣，你是在旁边藏住了。现在是找到谁他就抓谁。是的。其实现在他也不是很着急。对。他手上这个底牌都还没切呢。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再去找密码机就行了。没错。密码机那里一晃，肯定有人。那现在的话，已经是看到了大龙的脚印。然后大龙了。这里还要反绕一下，而且反绕到了。反绕了不少呀。地窖两边现在都看到了。全架住3颗雷，一定能给到伤害。遥控人的一封。而且现在的话，他其实修的2台机都在旁边呀。是的，很细节，普通雷直接引爆遥控雷，这样也不会自己一会儿有个僵直。对，这波的话挂上可以往花圈那边去丢雷，就直接放远程的，让你修的没那么舒服就行了。要救让新源来，但新源没枪啊，没有信号枪怎么救啊？硬救，没办法了。带不走啊，压力很大。这个表交的好像。就想躲雷，收益也不是很高啊。对，站中间，但是哪有中间呀？这个邦邦一直扑雷。全满了。飞轮刚刚用了，直接救下来。但你球只有1/4，你根本拉不了太远。现在密码机的话，还差最后的20%多。单雷炸到1次，遥控雷再一补，直接收走。还是有一波上挂节奏。3岁现在能不能让他不上挂呢？但椅子太近了。有点难吧。这个磁吸的其实让自己有点难受了，好像现在变成了邦邦心里看太远了。是，而且三幺梦这边是一直是贴着这个椅子，你怎么办呢？不会去给你这波机会的。你过来就会被炸。坏了，现在邦邦变成看太远了。是的，然后这里的话救人上面压力还很大，下来都不好牵制，想要再吸。这里的话去等就行，直接是开掉了这个密码机。超闪都行。但你开掉了之后。往这个门跑，那为什么后面又有个人要来这个门呢？是的，那现在是完成了一个能淘汰呀。大龙这边只要挂上就能淘汰，玉林这边是虽然摸出来信号枪，但有什么用呢？没有用了，因为他们是接受不了平局的，一旦平局了，成都竞技就能直接带走他们了。是的。但现在的话，其实玉林那边可能也没有一个太大的办法嘛。对。就只能说先往另一边门去改。不过带着一把枪的话，倒是。走门还是挺稳的。是的，拦不太住。就算现在转头想要走地窖的话，也是拦不住。虽然说是拦不住了，但仙乌梦这边只要能手握着一个平局就足够了。再扑2扑雷。那这边的话，玉莲虽然跳了地窖，但是我还是要恭喜成都竞技赢得了